我本是武道第一强者，只差一步就可以飞升成仙，如今却身受重伤，修为散尽，只因我在一处远古遗迹得到一件至宝神器。正当我要取得神器之时，却被自己的至交好友偷袭致死。就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我用尽全部修为打破了这件至宝，却没想到这件至宝有着逆转天道的力量。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回到了500年前。就在此时，残破的木门被人猛地推开，一个身穿淡红色长裙、肌肤雪白如玉、面容绝美的少女跌跌撞撞扑进来。哥，你醒了，你终于睁眼了，太好了！你足足没了3天3夜的呼吸，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少女死死抱住我，单薄的肩膀剧烈颤抖着，哭得声嘶力竭。你是？小小，我看清眼前少女的瞬间，猛然浑身一颤，双眼瞬间猩红如血。那段被我用万年岁月强行封印在灵魂深处的痛苦记忆，犹如决堤的星河洪水，疯狂涌现。眼前的少女和记忆中那个为了护我被乱棍打死在雪地里的娇小身影完全重合，让我整个人都陷入了撕心裂肺的恍惚之中。我是林凡，青州城林家的世子。曾经我自幼觉醒极品星辰谷，武道天赋冠绝9州，被誉为林家100年难遇的绝世天骄。年仅15岁就已经开辟了星辰气海，突破到了凝气境巅峰。但是在我16岁这年，发生了一场毁掉我全家的惊天恶难。我的表妹穆清雪同样是一个武道奇才，我们自幼青梅竹马，她总是跟在我身后，甜甜的喊我凡哥哥。就在3天前，穆清雪的修为达到了淬体境9重，她眼含泪水的哀求我说，想要去绝命毒谷深处寻找一株传说中的9幽隐星草，借此突破壁垒。在绝命毒谷中，我们确实找到了那株天地奇花，但却不慎触发了远古杀阵，唤醒了沉睡的地狱魔蛛群。为了保护穆清雪，我以血肉之躯挡住魔蛛的致命毒刺，身受重创，甚至主动挖出我的星辰骨为他做盾。虽然死里逃生，但我的星辰气海彻底粉碎，星辰骨也被毒素腐蚀。我的修为一夜之间直接暴跌到了淬体境1重。武道修炼9大境界如登天，气海碎裂，星骨尽毁，这就意味着我从高高在上的云端摔进了泥沼，终生都只能是个废人。一夜之间，我从人人敬畏的绝世天才变成了连狗都不如的废物。接下来，林家高层毫不留情地褫夺了我的世子之位，转而由那个我拼死救下的表妹穆清雪加冕为林家的新任少主。我沦为废人后，穆清雪那张原本乖巧的脸瞬间变得冷若冰霜，她对我挖骨救命的恩情没有半点感激，反而居高临下的将我踩在脚底，冷笑着嘲讽。而我的母亲为了救我的命，去冰天雪地里跪求林家赐下一株疗伤灵药，却被林家无情的一脚踹开，甚至连我父亲失踪前唯一留下的信物星海神令都被穆清雪强行夺走。林凡，你不要再像条可怜虫一样看着我了，真以为我以前喊你哥哥就是真的仰慕你？若不是为了吸取你星辰谷的灵气，你这种蠢货也配和我并肩？现在我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我是即将翱翔9天的神皇，而你只配在烂泥里腐烂一生。我永远记得那个容颜清冷如霜的穆清雪，用最恶毒的姿态将我的尊严碾碎。我和母亲、妹妹被赶出了家族内院，住进了漏风的柴房，前世敌我，因此一蹶不振。直到母亲和妹妹惨死街头，我才如野狗般逃出青州城，在生死边缘遇到了我生命中唯一的恩师，师尊带我踏碎星河，重塑经脉，让我最终登顶万界。但母亲和妹妹的死却成了我到心上永远无法愈合的血洞。而如今看到妹妹林小小温热的身躯又一次扑在我的怀里，我恍如隔世，但胸腔中燃烧的是焚天煮海的狂喜与杀意。我林凡竟然真的重活了一世，这一世我要逆转乾坤，填平所有的遗憾。神若欺我家人，我便屠神；天若负我家人，我便是天。穆清雪，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你欠我林凡的血债，我要你拿整个骨血来偿还。我眸光如雷霆般锋利，在心底发下天道血誓。我猛地伸出双手，将眼前这个消瘦的少女紧紧揉进怀里，贪婪地感受着属于她的生命温度。哥，你怎么了？你别吓小小啊，是不是身上又疼了？哥，你别怕，娘亲已经去祖宗祠堂求大长老了。娘说，只要把爹爹留下的星海神令正式交接给家族，大长老一定会大发慈悲，赐下回天丹救你的气海的。林小小被我勒得生疼，但她却满脸担忧地抬起头，红着眼睛安慰我：小小，哥没事，哥只是太想你了。我强行压下鼻腔的酸楚，松开小小，温柔地揉了揉她枯黄的头发，但下一秒，我的脑海中宛如有一道9天怒雷劈落。你刚才说娘去哪了？我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娘去祠堂求大长老要回天丹了。怎么了哥？林小小怯生生地问道。不好！我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双眼瞬间爆发出恐怖的戾气。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今天正是林家召开全族大会，正是废除我世子之位，为穆清雪加冕的耻辱之日。娘亲此刻去祠堂，哪里是去求药，那简直是去被群狼分食，自取其辱啊！前世的今天，娘亲不仅没有求到丹药，反而被大长老当众羞辱，甚至被穆清雪的父亲踩在脚下，生生打断了双腿。林家、穆清雪，若是你们今天敢动我娘亲一根汗毛，我林凡发誓必将你们挫骨扬灰，诛灭9族。我体内的血液疯狂逆流，滔天的杀气让整个柴房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小小，关好门等我，哥去接娘回家。我丢下这句话，拖着这具虽然残破，但却苏醒了神帝意志的躯体，宛如一头暴怒的绝世凶兽，撞碎风雪，朝着林家祠堂狂奔而去。一定要赶上，哪怕豁出这条命，我也要赶上。此时，林家祖宗祠堂，林凡狂妄自大，擅闯毒谷，致使气海粉碎，沦为彻头彻尾的废人。今日起，剥夺林凡世子之位，世子大权由家族真凤穆清雪全面接管。高位之上，身穿锦绣紫袍，高高在上的林家大长老赵无忌面无表情地宣读着冰冷的判决，而在他脚下的冰冷青石板上，一个衣衫褴褛、
面容憔悴的中年妇人正跪在刺骨的风雪中，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哀求。她正是我的母亲秦月。她今天本是想用自己磕头流血的诚意换取一丝怜悯，却没想到等来的竟是儿子被彻底踢出林家核心的噩耗。而在大长老身旁站着一个身穿冰蓝色华贵长裙、容颜绝美却高傲如冰山神女般的少女。她正用一种看蝼蚁般漠然的眼神俯视着跪在地上的秦月，正是穆清雪。大长老，凡儿之所以弃海尽碎，全是为了替清雪挡下魔蛛毒刺啊！你们剥夺她世子之位，我一个妇道人家无力反抗，但求大长老开恩，看在凡儿为家族流过血的份上，赐下一枚回天丹，救救她的命吧！秦月猛地磕头，额头重重砸在青石板上，鲜血混着血水流淌而下。回天丹，大长老赵无极冷哼一声，如同看着一件垃圾。回天丹乃是3品灵药，价值连城。林凡现在不过是一个废人，把回天丹给他吃，那是暴殄天物。就在此时，一道极其尖酸刻薄的狂笑声响起。穆清雪的父亲，也是林家的二爷穆振海，大步走了出来。秦月，你还真是不知廉耻！你那个废物儿子，凭什么和我们家清雪比？我们已经决定将你们那一脉的星海神令直接赏赐给清雪，清雪将拿着令牌进入至高无上的星辰学院修行。至于你那个废物儿子，二爷我心善，赏你10个铜板，滚回去给他买口包棺材吧！叮当，10几枚沾着泥水的铜板被穆振海如扔狗骨头一般砸在秦月的脸上。你们欺人太甚！星海神令是我夫君拿命拼回来的，是留给凡儿的。你们废了凡儿，还要抢走他最后的生路，我不服！我要去城主府告你们！秦月双眼通红，悲愤交加，瘦弱的身躯猛地站了起来，大胆贱婢，竟敢在宗祠咆哮！反了你了！大长老脸色骤然一沉，眼中闪过一抹杀机。来人，给我掌嘴，打烂这贱妇的嘴，让他长长记性！穆振海恶毒的狂吼。是2个身高2米。膀大腰圆的凝气境护卫狞笑着冲上前，一人死反扭住秦月的双臂，将他强行按跪在雪地里；另一人抡起蒲扇般的铁砂掌，带着狂暴的真气，狠狠朝着秦月的脸颊扇去。这一巴掌要是落下，以秦月凡人的体质，绝对会当场颈骨折断而死。穆清雪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如同看着一出无聊的闹剧，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就在那无聊的闹剧，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就在那恐怖的巴掌即将落下的那一个瞬间，轰隆！祠堂内上厚重的百年陵墓大门被一股狂暴到极致的恐怖力量直接踹得4分5裂。漫天木屑与风雪狂舞中，一道宛如从地狱修罗场踏血而来的身影，带着让天地变色的滔天杀气轰然降临。我操你祖宗18代！谁敢动我娘一根头发，我屠他满门！一声犹如远古魔神咆哮般的怒吼，震得在场所有人的耳膜瞬间渗出鲜血。穆清雪猛地皱眉，眼中闪过一抹不可思议。是林凡，他那个连床都下不了的废人，怎么敢来祠堂？凡儿，秦月听到这个声音，眼泪瞬间决堤。但当我看到娘亲额头上的鲜血，以及那2个试图对她下死手的护卫时，我脑海中名为理智的血，嘣的一声彻底断裂。我双目赤红如血，脚下青石板轰然碎裂，我整个人化作一道暴虐的黑色闪电，瞬间横跨数十米。虽然我现在的修为只有淬体境1重，但我前世可是横压万界的无上神帝。体境1重，但我前世可是横压万界的无上神帝。我的战斗本能，我对人体死穴的掌控，早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化境。咔嚓，那个举起手要打秦月的护卫，还没来得及看清我的动作，我那干瘪的拳头已经以一个极其刁钻诡异的角度，如同重型铁锤般，狠狠轰在了他的咽喉软骨上。噗！护卫的喉结瞬间粉碎塌陷，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狂喷出一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整个人犹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砸在墙壁上，当场气绝身亡。二爷救！另一个抓着秦月的护卫吓得肝胆俱裂，刚想松手逃跑，伤我轻者，天上地下无人能救你。我冰冷的声音宛如死神低语，贴着他的耳畔响起。我右腿宛如钢鞭一般拔地而起，带起尖锐的音爆声，狠狠抽在他的太阳穴上。砰！那名护卫的头骨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碎裂声，颈椎当场折断，如同一滩烂泥般瘫倒在地，全场死寂，若真可闻。所有人都像见鬼了一样看着我。2个凝气境3重的人都像见鬼了一样看着我，2个凝气境3重的精锐护卫，竟然在一个照面前被一个淬体境1重的废人当场秒杀，这怎么可能？娘，对不起，孩儿来晚了。我扑通一声跪在秦月面前，双手颤抖着擦去她额头的鲜血，眼泪夺眶而出。1000年了，我终于又碰到了这双温暖粗糙的手。凡儿，你别冲动，这里是祠堂，他们会杀你的。秦月又惊又怕，死护在我的身前。林凡，你这个畜生，你已经被废了，竟然还敢在宗祠当众杀我的人！今日我就要替家族清理门户，将你乱棍打死！穆振海终于回过神来，看着地上的2具尸体，气得浑身发抖，眼中爆发出浓烈的杀机。轰！穆振海全身爆发出一股强悍的气浪，灵气境7重的修为展露无遗。他五指成爪，指尖隐隐泛着幽绿色的毒芒，如同恶鹰扑食般，朝着我的天灵盖狠狠抓来。玄阶下品武技，碎如毒鹰爪。以穆振海的实力，这一爪足以将一头铁甲牛的头骨捏得粉碎。他是真的想借他是真的想借机杀了我。凡儿快跑！秦月绝望的尖叫，找死的老狗！我将娘亲护在身后，猛地转过身，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至极的冷笑。若是换作以前那个林凡，绝对必死无疑。但在我神帝的法眼之中，他这看似威猛的一爪，浑身上下简直全是破绽，不仅慢得像乌龟，气血运行的轨迹更是狗屁不通。破！我不退反进，身形犹如鬼魅般一个极限侧滑，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那致命的一爪。
同时，我并指如剑，调动体内仅存的一丝真气，狠狠点在了他右肋下的章门穴上。穆振海只感觉一股钻心的剧痛袭来，体内的真气瞬间溃散失控。咔嚓，我顺势抓住他的手臂，借力打力，猛地向下一折，清脆的骨折声响彻全场。穆振海的右臂被我硬生生折成了诡异的直角，啪，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我反手就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响亮大逼斗，狠狠抽在了穆振海那张老脸上，巨大的力量直接将他嘴那张老脸上，巨大的力量直接将他嘴里的牙齿连同鲜血一起抽飞了出来。穆振海整个人如同陀螺一般在空中转了3圈，重重的砸在供桌上，砸翻了一地牌位。什么？这一刻，大长老猛地站了起来，瞳孔地震。穆清雪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终于浮现出了深深的震撼与不可置信。林凡不仅秒杀了护卫，甚至还一招废了凝气境7重的穆振海，这哪里是个废人，这分明是个怪物。林凡，你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真以为老夫不敢当场毙了你吗？大长老脸色铁青，属于林海境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死死锁定了我。以下犯上，我一把抹去嘴角的血迹，身躯笔直如枪，傲然直视大长老，眼中满是讥讽。这老狗先动手杀我母亲，你这老眼昏花的东西装瞎看不见。现在我正当防卫，你跟我谈大逆不道？你这么一大把年纪，就这么急着给穆清雪当舔狗吗？我的话语字字诛心，如同响亮的耳光打在整个林家高层的脸上。你小畜生，老夫今日必高层的脸上，你小畜生，老夫今日必将你碎尸万段。大长老气得急火攻心，就要动手。够了！就在这时，一道极其清冷高高在上的声音响起，穆清雪一袭蓝裙如履平地般走了出来。大长老和穆振海立刻闭上了嘴。穆清雪，你这白眼狼终于舍得开口了。我冷冷地看着他，穆清雪眼神淡漠，以一种施舍般的目光看着我。林凡，我承认你刚才能打败我父亲，确实让我有些意外，但也仅此而已了。你气海已碎，终究只是个凡人，你靠着蛮力逞一时之快，改变不了你是个废物的本质。看在你曾经替我挡毒的份上，你跪下道个歉，我保你们一家3口活着滚出青州城。看着穆清雪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突然仰天狂笑起来，哈哈哈哈哈！穆清雪，你拿我拼死保下的命来对我大发慈悲，你夺我神令，辱我母亲，抢我世子之位，你不是自诩绝世天骄吗？你不是马上要进入星辰学院吗？我猛地停止大笑，眼神如刀般盯着他，厉声怒吼。穆清雪，神如刀般盯着他，厉声怒吼。穆清雪，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1个月后，家族演武大比，你我上生死台，既分高下，也决生死。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一个气海破碎的废人，要挑战如日中天的天才少女，这是疯了吧？你要挑战我？穆清雪微微蹙眉，仿佛听到了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怎么，你这高高在上的天才，连我这个废物的挑战都不敢接？我步步紧逼。好，我答应你。穆清雪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冷漠道：1个月后，如果你输了，我要你当着全城人的面自断手脚，承认你不如我。如果你输了，我要你跪在我娘面前磕100个响头，把星海神令双手奉还，我斩钉截铁，一言为定，就让你这个井底之蛙再苟活1个月吧。穆清雪像看死人一样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去。我冷笑一声，扶起惊魂未定的娘亲，大步走出了这令人作呕的林家祠堂，回到残破的柴房。娘亲秦月心疼地抱着我流泪。凡儿，你太冲动了。穆清雪她觉醒了极，凡儿，你太冲动了。穆清雪她觉醒了极寒灵根，1个月后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她？娘，相信我，我既然敢下战书，就一定会赢。从今往后，谁也不能再欺负你了。我紧紧握住娘亲的手，眼神坚定，安抚好母亲和妹妹睡下后，我盘膝坐在冰冷的木板床上，缓缓闭上了眼睛，开始内视我那破碎不堪的星辰气海。剧痛，撕裂般的剧痛，我的丹田就像是一片干涸碎裂的废墟，任何灵气进去都会瞬间流失。如果是普通人，确实已经彻底完了。但是随着我意念的深入，在废墟的最深处，一抹微弱却带着开天辟地般古老气息的幽光正在静静闪烁。那是混沌剑胎，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件害得我前世陨落的无上神物，竟然跟着我的灵魂一起穿越回了1000年之前，隐藏在了我的肺骨之中。我试着用精神力触碰那团幽光，轰！刹那间，一股洪荒狂暴的信息流疯狂涌入我的脑海。那是一门超越了天道规则的逆天功法，是星神诀，天地万物的逆天功法。是星神诀，天地万物皆可为剑，日月星辰皆可吞噬，破而后立，剑骨重光。我狂喜的浑身颤抖。原来混沌剑胎要想认主，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气海尽毁，骨骼破碎。穆清雪那个贱人挖走我的星辰骨，反而是成全了我。只要我能炼制出1枚噬心丹，就能借机彻底觉醒混沌剑胎，将我的残破气海改造成传说中的混沌剑海。到那时，我的真气浑厚程度将是同阶的10倍，我的肉身将堪比太古凶兽。但是炼制噬心丹需要一味极其罕见且蕴含极阴之毒的主药血冥幽花，而这青州城方圆万里，只有一个地方可能有，那就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葬神渊。穆清雪，你以为你赢定了吗？1个月后，我会亲手将你的骄傲碾成粉末。我眼中爆射出夺目的金光。事不宜迟，我连夜留下一封书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青州城，直奔葬神渊而去。同一时间，林家二爷府邸，爹！一时间，林家二爷府邸，爹！难道我们就这么放过林凡那个小畜生？我的手都被他废了。穆振还打着绷带，面目狰狞地咆哮。穆清雪端坐在一旁，一边品茶，一边冷冷开口。爹，你不用动怒，那林凡体内的经脉已经被我的极寒之气封死，他活不过半个月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穆清雪从袖中扔出一块令牌给手下，去一趟黑风寨，给大当家的送5万两银票，告诉他我要林凡的人头。是，手下领命而去。穆清雪看向窗外的落雪，嘴角勾起一抹残忍。凡哥哥，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激怒我。天才的尊严不容废物挑衅。3天后，葬神渊边缘，这里常年被紫黑色的毒雾笼罩，参天古木遮天蔽日，随处可见巨大的妖兽骸骨。哪怕是灵海境的强者，也不敢轻易深入。但我前世身为神帝，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收敛气息，如同丛林中的幽灵，避开了一头头强大的3阶妖兽，直接向着深处摸去。根据藏神渊的地形走势，深处摸去。根据藏神渊的地形走势，血冥幽花必定生长在极寒的9幽寒潭附近。我一路前行，终于在穿过一片密林后，眼前豁然开朗。一座散发着刺骨寒气的深色水潭出现在眼前，而在潭水的正中央，一块黑色的巨石上正盛开着一朵妖异如血、散发着幽光的奇异花朵。找到了血冥幽花，我心中狂喜，正准备施展身法去采摘，突然一道极其凄美、带着点点血迹的白衣身影从高空中直坠而下，重重地砸在了寒潭的边缘。紧接着，一道充满邪淫的狂笑声从天而降，哈哈哈哈！好啊，堂堂星月神宫的圣女，怎么不跑了？我立刻屏住呼吸，施展归西之术，将自己伪装成一块冰冷的石头，死死盯着前方。只见寒潭边，一个美得让人窒息、气质神圣不可侵犯的白裙女子，正艰难地用一把冰蓝色长剑撑着身体。她肌肤如雪，但此刻绝美的脸庞上却笼罩着一层诡异的黑气，正是名震整个青州，甚至惊动9州皇朝的星月神宫圣女沈曼歌。而在她对面，站着一个穿着血红袈裟、面容邪魅的妖僧，血莲妖僧。我瞳孔微缩，认出了这个9州通缉榜上臭名昭著的邪修，他专修邪门功法，残害了不知多少女修，一身修为已达魂功境。血莲妖僧，你竟然敢对我使用下3滥的复魂寒毒！沈曼歌声音清冷，透着极致的愤怒与虚弱，嘴角不断溢出黑色的毒血。圣女殿下，我这也是没办法，谁让你这极品先天星辰体太诱人了？只要吸干了你的元婴，老衲我就能突破瓶颈了。血莲妖僧舔了舔嘴唇，眼中满是贪婪，一步步逼近。你休想！沈曼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在血莲妖僧靠近的瞬间，他猛地咬破舌尖，不惜燃烧本命精血，星耀9天。绝杀！一道璀璨到极致的星光剑气从他眉心骤然射出，速度之快，犹如流星坠地。什么？血莲妖僧大骇！劈地！什么？血莲妖僧大骇！拼命想要躲闪，但距离太近了。扑哧！星光剑气直接洞穿了他的眉心，搅碎了他的生机。血莲妖僧死死瞪大眼睛，满脸不甘地倒在血泊中，当场毙命。但沈曼歌施展出这绝命一击后，也彻底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他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摇摇欲坠，扑通一声倒在了寒潭边。复魂寒毒彻底爆发，一层冰蓝色的寒霜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冰封他的娇躯。如果不救，不出半炷香，这位绝世圣女就会化作一座冰雕，香消玉殒。我蹲在暗处，眉头紧锁，救还是不救？这女人实力极强，如果我救了她，她醒来后把我当成灯徒子一剑杀了怎么办？罢了，医者仁心，更何况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不再犹豫，快步从暗处走出来，来到沈曼歌身边，近距离看她的美貌简直令人窒息。但我此刻没有任何邪念，因为她身上的寒毒已经开始冻结我的手指。这种毒，普通丹药根本没用，只能用极致的纯阳。纯阳之气配合特定手法强行吸出。得罪了，我深吸一口气，扶起他柔软的娇躯，让他盘膝坐好。我脱下外衣，双掌紧紧贴在他光洁白皙的后背上，噬星神诀疯狂运转。我以我的身体为桥梁，强行倒吸他体内的寒毒。寒毒入体，犹如万箭穿心，但我咬紧牙关，将混沌剑胎的吞噬之力催动到极致。轰！两人的气血在这一刻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循环共振。我体内的阳刚之气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经脉，护住他的心脉，而他体内残留的庞大星辰之力，竟然在被我吸出寒毒的同时，顺着双掌反哺进了我的体内。随着纯净的星辰之力入体，我的经脉被疯狂破快，淬体2重，淬体3重，淬体5重，这堪称一场天大的造化。足足过了2个时辰，随着最后一口黑血从沈曼歌口中喷出，他体内的寒毒终于被彻底清除，而我的修为也借助他的星辰之力一路狂飙到了淬体境9重巅峰，距离凝气境只有1步之遥。看着依旧昏睡、呼吸均匀的沈曼歌，我将他轻轻平放在巨石上，顺手把自己的外衣盖在了他的身上。相逢即是缘，全当结个善缘吧。我没有留下性命，转身来到寒潭中央，小心翼翼地采摘下那朵血冥幽花。走之前，我的目光落在了血莲妖僧的尸体上。杀人放火金腰带，这老秃驴肯定有不少好东西。我熟练地撸下妖僧手上的空间戒指，抹去印记后，精神力一探，瞬间眼睛大亮，里面不仅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低级灵石，还有几本玄阶功法，更关键的是有大量珍贵的极品灵草。这些灵草足够我把噬心丹提升到一个完美的品质，收获满满，该回去办正事了。我将戒指戴好，趁着夜色迅速消失在藏神渊中。几个时辰后，清晨的阳光洒在寒潭边，沈曼歌长长的睫毛微颤，缓缓睁开了犹如星空般深邃的眼眸。他猛地坐起，立刻检查自己的身体。我的寒毒竟然全解了。他感受着身上披着的那件粗布外衣，上面还残留着一丝属于男子的阳刚气息与淡淡的血腥味。他转头看去，血莲妖僧的尸体已经冰凉，而寒潭中央的血冥幽花也不见了。是谁救了我？沈曼歌冰雪聪慧，立刻查探体内的气血运行痕迹。当他发现对方竟然是用肉身作柄，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强行吸出他的寒毒时，他那古井无波的心境罕见的产生了一丝波澜。这世上竟还有如此不求回报、舍己救人的男子。他似乎连我的脸都没有多看一眼就走了。沈曼歌握紧了那件带着补丁的外衣，绝美的容颜上浮现出一抹复杂的情绪。恩人，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我沈曼歌一定会找到你报恩的。他站起身，宛如9天神女般腾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飞向远方。另一边，我并没有直接回林家，而是带上斗笠，来到青州城最神秘的3教9流汇聚之地。地下星辰黑市炼制是星丹，除了灵草，
还需要一尊上好的炼丹炉。我走进一家名为万药阁的庞大商铺，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滚，都给我滚！为什么又炸炉了？老夫的烈阳凝神丹配方明明没有错，一个头发乱得像鸡窝，满脸黑灰的独眼老者正一脚踹飞一个炼丹学徒，疯狂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咆哮。他是万药阁的首席炼丹师古岩大师，整个青州城连城主都要礼让3分的存在。店内的伙计和学徒吓得瑟瑟发抖，没人敢靠近。我目光扫过那尊还冒着黑烟的丹炉，冷笑一声，淡淡开口：放药顺序全错，火候控制的像个烧火做饭的马夫，你连阴阳调和、水火相济最基本的药理都不懂，用赤火草去强压寒心玉，没把你这老东西当场炸死，已经是你祖上积德了。此话一出，整个万药阁瞬间死寂，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这个戴着斗笠的神秘人。大胆，你算什么东西？敢指点古大师？学徒怒吼。你是点古大师？学徒怒吼。你说什么？古岩大师猛地转过头，独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他瞬间冲到我面前，死死盯着我。你刚才说用赤火草压寒心玉不对，那该怎么练？想知道？我负手而立，声音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上位者威压。取3钱紫心藤枝叶作为引子，先溶寒心玉，再以文火慢熬赤火草，最后瞬间收丹。古岩大师浑身一震，如遭雷击，他在原地疯狂推演我说的步骤。3秒后，他猛地一拍大腿，激动的老泪纵横。妙，太妙了！紫心藤中和阴阳，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扑通，在所有人见鬼的目光中，这位高高在上的古岩大师竟然直接双膝一软，跪在了我的面前。高人，您绝对是传说中的丹道宗师，请受徒儿古岩一拜。周围的伙计下巴都要惊掉了。我侧过身，受了他半礼，收徒就免了，给我一间最高级的地火炼丹室，再替我护法。这份指点就当是房租了。是，高人里边租了。是，高人里边请。谁敢打扰高人，老夫活劈了他！古岩大师像个狗腿子一样，恭敬地将我迎进了最核心的甲字号炼丹室。关闭石门，我盘膝坐在巨大的地火丹炉前，手腕一翻，血明幽花和一堆从血莲妖僧那里得到的极品辅药瞬间漂浮在空中。前世遗憾，今生重塑，混沌剑胎，给我开！我双手猛地结出一个个复杂玄奥的太古丹诀，熊熊地火瞬间升腾，化为一头火龙。所有的灵草在极高的温度下迅速化为精纯的药液，开始在丹炉中疯狂融合。时间一点点流逝，3个时辰后，轰隆！炼丹室上方竟然凭空隐现出微弱的丹劫雷音。您，我暴喝一声，炉盖掀飞，一颗通体漆黑却隐隐散发着璀璨星光的丹药滴溜溜地飞入我的掌心。完美品质，是星丹，成，没有任何犹豫。我仰头将是星丹吞入腹中，轰！丹药入腹的瞬间，仿佛有一颗星辰在我的体内轰然爆炸，恐怖的在我的体内轰然爆炸，恐怖的药力化作狂暴的黑色洪流，疯狂冲刷着我那破碎的星辰气海。剧痛，剥皮抽筋般的剧痛，但我死死咬住牙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脑海中是星神诀疯狂运转，隐藏在废墟深处的混沌剑台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召唤，终于彻底苏醒。一道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清冽剑鸣在我体内炸响，那团幽光瞬间扩散，将我破碎的气海碎片全部吞噬。紧接着，在原本气海的位置，竟然开辟出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虚空，一柄散发着毁天灭地气息的剑影镇压在混沌中心。这是剑海，比星辰气海恐怖万倍的混沌剑海。这一刻，天地灵气如同疯了一般向我汇聚，借助体内残存的沈曼哥的星辰之力，我的修为开始迎来恐怖的超级大爆发。凝气境1重，凝气境2重，凝气境3重，我的修为就像是久旱逢甘霖的干枯河床，瞬间被汪洋大海填满。境界壁垒在混沌剑海的恐怖吞噬力面前简直薄如白纸。狂暴的灵气在我的四肢百骸中奔腾咆哮，我的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原本被木清雪挖去星辰骨的地方，竟然重新生长出了一节散发着古老混沌气息的剑骨。这节剑骨晶莹剔透，流转着毁天灭地的锋芒，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雷霆万钧的威势。最终，我的修为稳稳停在了凝气境9重巅峰，距离灵海境只有1线之隔。但这绝不是普通的凝气境，凭借混沌剑海的底蕴和我神帝级别的战斗意识，就算是真正的灵海境强者站在这里，我也有把握一拳将其轰杀成渣。我缓缓睁开双眼，双眸深处仿佛有2柄开天辟地的神剑虚影一闪而逝。整个炼丹室内的温度骤然下降，空气都仿佛被这股无形的剑意切割得支离破碎。我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推开沉重的石门走了出去。门外，古岩大师正像个尽职尽责的门神一样来回踱步。他看到我出来的一瞬间，整个人猛地一哆嗦。在他毒辣的眼中，此刻的我虽然依然穿着那身破旧的衣服，但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深如渊海、凌厉如神明的气息，却让他感到窒息。高人，您出关了！古岩大师激动的声音都在发颤，他隐隐猜到我在里面炼制出了不得了的神丹。我点点头，将一卷早已写好的羊皮纸扔给他，这是烈阳凝神丹的完美改良配方，送你，就当是你替我护法的报酬。古岩大师手忙脚乱地接过羊皮纸，只扫了一眼就激动得浑身抽搐。这配方简直是神来之笔，困扰他10年的瓶颈竟然就这么轻易被打破。师尊在上，请务必收下徒儿。古岩再次跪倒在地，这次是真心实意，五体投地。我摆摆手说道：“我现在麻烦禅生不收徒弟，你若是愿意，以后就在青州城替我收集一些罕见的灵草矿石，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古岩大师闻言狂喜，他知道能让这种绝世高人欠一个人情，那是何等天大的机缘，能为公子效劳是古岩的荣幸。我没有多留，趁着夜色离开了地下黑市。街道上寒风呼啸，大雪纷飞，青州城的夜晚格外冷清。我带着斗笠快步朝着林家外院那处破旧的柴房走去。就在我路过一条偏僻死胡同时，我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漆黑的巷子里传出几声压抑的冷笑，4道浑身散发着浓烈血腥气的黑影从屋檐上跃下，将我团团包围。为首的是一个光头大汉，手中提着一把沾满暗红血迹的9环大刀，修为在凝气境6重，是黑风寨的大当家。林凡大少爷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光头大汉狞笑着上下打量着我，没想到穆清雪那个小娘们让我们来杀一个经脉尽断的废人，真是杀鸡用牛刀。不过看在5万两银票的份上，老子就给你个痛快。我微微抬起头，斗笠下的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人类的感情。穆清雪的动作还真快，我还没去找她倒先派狗来咬我了。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当肥料吧。我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找死兄弟们，给我把他剁成肉泥！光头大汉勃然大怒，挥舞着9环大刀，带着凌厉的风声朝我当头劈下。另外3个山贼也同时拔出兵器，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我连混沌剑胎都没有动用，只是随意的伸出2根手指。在光头大汉惊恐万分的目光中，我那2根看似白皙脆弱的手指竟然精准无比的夹住了那沉重锋利的刀刃。怎么可能？光头大汉拼尽全力想要抽回大刀，却发现刀身仿佛被2座大山死死夹住，纹丝不动。太慢了，太弱了。我冷哼一声，指尖猛地吐出一道肉眼不可见的混沌真气，咔嚓！金刚打造的9环大刀瞬间寸寸碎裂。在光头大汉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我屈指一弹，一块刀片犹如闪电般洞穿了他的眉心，老姜混合着鲜血喷涌而出，光头大汉轰然倒地，死不瞑目。剩下3个山贼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想要逃跑。我身形如鬼魅般在雪地中穿梭，接连3拳轰在他们的后心，强大的暗劲直接将他们的心脏震成粉末。眨眼之间，4个杀人不眨眼的悍匪变成了一地冰冷的尸体。我走上前，从光头大汉的怀里摸出一块带着林家内院标记的银票。穆清雪，这笔账我记下了。我将银票收入怀中，趁着夜色继续赶路。等我回到那间漏风的柴房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微弱的烛光下，娘亲秦月正借着昏暗的光线，在一件破旧的棉衣上缝缝补补。妹妹林小小趴在桌子上已经睡着了，小丫头的手里还死死攥着半个冷硬的窝窝头。看到这一幕，我那坚如磐石的道心忍不住狠狠一酸。前世我在万界尸山血海中杀伐，从未流过一滴眼泪，但此刻面对这人间最平凡的温情，我却红了眼眶。娘，我回来了！我轻声唤道。秦月浑身一颤，针尖刺破了手指，她却浑然不觉，连忙站起身，冲过来上下打量着我。凡儿，你没事吧？你去了哪里？娘担心死你了。看着娘亲早生华发的鬓角和粗糙的双手，我一把将她抱住，哽咽着说：“娘，我没事，我去找药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好了。”这时林小小也被吵醒了，她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看到我后惊喜地扑过来：“哥，你终于回来了，你饿不饿？这个窝窝头我一直给你留着。”我看着她冻得通红、生满冻疮的小手，心疼得无法呼吸。我接过那个冷硬的窝窝头，放在桌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从血莲妖僧那里得来的须弥戒指。心念一动，桌子上瞬间堆满了热气腾腾的烧鸡、烤鸭、精美的糕点，还有几件厚实温暖的灵狐大肠。小小不吃窝窝头了，哥带了好吃的回来。林小小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一桌子的美食，狠狠咽了一口口水。秦月也惊呆了，凡儿，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娘，您放心，这些都是我一个极好的朋友送的。我不仅带了吃的，还带了药。我让娘亲和小小坐下，双手贴在他们的后背，运转温和的混沌真气，缓缓注入他们的体内。娘亲当年为了生我落下的病根，以及小小手上的冻疮，在这股霸道又充满生机的真气下迅速痊愈。小小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冻疮结痂脱落，露出了白嫩的肌肤。娘感觉呼吸都顺畅了，仿佛年轻了10岁。凡儿，你真的重新踏上武道？秦月激动得热泪盈眶。我重重点头，娘，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会把属于我们的一切连本带利全拿回来。接下来的日子我没有踏出柴房半步，每天除了陪伴娘亲和小小，就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默默稳固境界。我发现混沌剑胎不仅能吞噬灵气，还能吞噬金属法宝来淬炼我的肉身。我让古岩大师暗中送来一大批废弃的兵器，每到深夜我就将这些兵器吞噬殆尽。我的骨骼经脉散发出暗金色的光泽，肉身力量已经恐怖到徒手捏碎玄阶兵器的地步。而在林家内院，穆清雪的声势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这半个月里，她凭借着掠夺我的星辰谷，加上大长老倾尽全族资源的培养，竟然一举突破到了灵海境一重，整个青州城都轰动了。16岁的灵海境，这是青州100年未有之奇迹。城主府亲自派人送来贺礼，各大家族纷纷踏破门槛前来巴结。穆清雪被誉为青州第一天骄，风光无限。穆振海虽然断了一只手，但此刻也意气风发，走路都带着风。他们似乎早就忘了那个住在柴房里的废物林凡。时间飞逝，转眼就到了林家演武大比的日子。这一天，林家演武场人山人海，不仅林家子弟全数到场，连青州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都坐在了观战席上。所有人都想一睹青州第一天骄穆清雪的风采。至于我和穆清雪的那个生死赌约，在所有人眼里不过是一个疯子的笑话，根本没人当真。烈日当空，演武场中央的擂台上，大长老赵无极站起身，声如洪钟：“今日是我林家3年一度的演武大比，夺魁者将作为我林家的骄傲，正式接任世子之位。第一场考核现在开。”慢着！一道冰冷而突兀的声音瞬间盖过了大长老的洪音，响彻整个演武场。所有人循声望去，只见演武场的大门被缓缓推开。我穿着一洗的发白的青色长衫，牵着妹妹小小的手，娘亲秦月跟在身旁。我们一家3口迈着从容的步伐，一步步走入场中。全场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后爆发出哄堂大笑。这不是那个废物林凡吗？他竟然还真的敢来送死！气海都碎了，拿什么打？拿嘴咬吗？穆清雪坐在高台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眼神中带着一丝残忍的怜悯。林凡，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把娘亲和小小安置在安全的角落，独自一人缓缓走上那座沾满干涸血迹的生死擂台。大长老脸色铁青，怒视着我：“林凡，既然你执意找死，老夫就成全你。不过按照规矩，你必须先击败3名内院精英，才有资格挑战清雪。”大长老这是故意要消耗我的体力，甚至想借刀杀人，让我连穆清雪的面都见不到，就死在擂台上。我站在擂台中央，身躯笔直如一柄出鞘的利剑，随便你们是一起上还是车轮战，我赶时间。狂妄！穆振海的长子穆云怒吼一声，拔出长剑跃上擂台。他是凝气境8重的修为，在林家年轻一代中仅次于穆清雪。林凡，今天我就把你削成人棍，替我爹报仇！穆云长剑化作漫天剑影，带着狠毒的杀意直取我的双眼。我不躲不避，就那么静静的站着。就在剑尖距离我瞳孔只有半寸的瞬间，我动了。我没有用任何花哨的武技
迹只是简简单单的伸出了一只手，一把抓住了那柄玄阶下品的利剑。什么？慕云大惊失色，他拼命催动真气长剑，却在我的掌心摩擦出刺眼的火花，根本无法寸进分毫。你太弱了！我手腕猛地一发力，砰的一声清脆巨响，那柄玄阶长剑竟然被我徒手生生捏爆，化作漫天钢铁碎片。在慕云绝望的尖叫声中，我一脚重重踹在他的丹田上，慕云整个人像炮弹一样倒飞出去，砸在擂台外的石柱上，狂喷鲜血。他的气海被我一脚废了，从此成了一个真正的废人。全场鸦雀无声，所有嘲笑的声音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一招秒杀凝气境8重，这是一个气海破碎的废人能干出来的事。大长老猛地握紧了座椅扶手，眼中满是骇然。还有谁？我环顾四周，声音冰冷刺骨。剩下那2个原本准备上台的内院精英吓得双腿发软，连连后退，根本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一群废物！我冷笑一声，将目光直接锁定在高台之上那个高高在上的蓝裙少女。慕清雪，滚下来受死！这一声怒吼夹杂着我胸中憋了足足1000年的怒火，震得天上的云层都隐隐溃散。慕清雪的脸色终于变了，她缓缓站起身，脚尖一点，犹如仙子下凡般轻盈地落在擂台上。周身的极寒真气让擂台的地面瞬间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林凡，我收回之前的话，你确实遇到了一些奇遇，修复了肉身，但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你依然只是一只大一点的蚂蚁。慕清雪骄傲地抬起下巴，林海境1重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周围的观众惊呼连连，不愧是极寒灵根，这种威压太恐怖了。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只觉得一阵作呕。废话真多！我脚下猛地发力，擂台坚硬的青石板轰然塌陷，我整个人化作一头人形凶兽，瞬间出现在慕清雪面前，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狠狠一拳砸向她的面门。冰极护盾！慕清雪大惊，急忙双手结印在身前，凝聚出一面散发着刺骨寒气的厚重冰盾。咔嚓！我那蕴含着混沌肉身力量的拳头毫无阻碍地轰碎了那面号称连林海境巅峰都打不破的冰盾。冰屑纷飞中，我一把掐住了慕清雪那白皙娇嫩的脖颈，将她整个人如同拎小鸡一样悬空提了起来。怎么会这样？慕清雪疯狂挣扎，眼底终于浮现出深深的恐惧。她引以为傲的真气在触碰到我的手臂时，竟然像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混沌剑海可以吞噬万物，区极寒之气，在我面前连个屁都不算。我挖骨救你，你却恩将仇报，踩碎我的尊严。这星辰骨放在你这毒妇体内，简直是暴殄天物。我眼中杀机爆闪，右手猛地成爪，狠狠刺入了慕清雪的胸膛。慕清雪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凄厉尖叫，在全场所有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我硬生生将那一截本属于我的星辰骨从她的体内强行剥离了出来，鲜血狂飙，慕清雪像一滩烂泥一样被我扔在地上。她修为尽散，瞬间从高高在上的天才跌落成了一个比我还惨的废人。住手，小畜生，你找死！高台上的大长老和慕振海看到这一幕，简直目眦欲裂。大长老林海境5重的恐怖修为彻底爆发，犹如一头暴怒的雄狮朝着擂台扑杀而下。他要不顾一切，在众人面前将我当场击杀。反而小心娘亲秦月在台下发出绝望的哭喊。面对林海境5重的寒怒一击，我不仅没有后退，反而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弧度。混沌剑海给我燃！我体内那柄沉睡的剑影微微震动，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剑气顺着我的手臂喷薄而出。我以手带剑，朝着半空中的大长老凌空一斩，刺啦！一道漆黑如墨，仿佛能吞噬光线的半月形剑气破空而出。大长老引以为傲的护体真气，在这道混沌剑气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被瞬间撕裂。大长老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那条蓄满真气的右臂被7根斩断，鲜血如雨般洒落。他重重地摔在擂台上，满脸惊恐地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绝世魔王。全场彻底死寂，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青州城霸主级别的大长老竟然被我一剑断臂。我走到浑身浴血颤抖不止的慕清雪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交出星海神令给我娘磕头认错。慕清雪此刻披头散发，哪里还有半点神女的模样？她彻底崩溃了，连滚带爬地跪在擂台边缘，冲着秦月疯狂磕头。对不起，我错了，秦姨饶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她颤抖着双手将那面古朴的星海神令高高举起，递向我冷漠地接过神令，一脚将他踢落擂台。从今天起，我林凡与林家恩断义绝，谁若敢拦我下场，形同此人。我声如九幽寒风，冷冷扫过在场每一个林家高层的脸，没有人敢说话，连大长老都捂着断臂瑟瑟发抖。我走下擂台，牵起小小和娘亲的手，在无数道敬畏震撼的目光中，大步走出了林家大门。城外的古道上，大雪渐渐停了，阳光撕裂云层，洒在我们一家3口的身上，暖融融的。哥，我们现在去哪？小小仰着头，眼睛里闪烁着崇拜的小星星。去一个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们的地方。我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道。就在这时，一辆由4头拥有龙血血脉的踏雪云居拉着的极其奢华的冰蓝色马车从古道尽头缓缓驶来，马车周围跟着数十名气息深沉的带刀护卫，每一个竟然都是林海境以上的超级强者。马车在我们身边缓缓停下，一阵幽香飘来，车帘被一只宛如杨之玉般完美的手轻轻掀开，露出了沈曼哥那张倾国倾城神圣不可侵犯的绝美面容。他美眸流转，目光直接锁定在我身上那件有些眼熟的青色长衫上，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波动。林公子，我终于找到你了。沈曼哥的声音清脆如黄莺，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我微微眯起眼睛，心中暗道这女人来得好快。然而还没等我说话，我一直紧紧握在手中的那枚星海神令突然爆发出一阵极其刺目的冲天光柱，光柱直冲云霄，在天穹之上隐隐投射出一幅浩瀚无垠的星空图卷。而在图卷的正中心出现了一个浑身浴血被无数锁链钉在黑色陨石上的高大男人躯影，那是我的父亲林战。爹爹的声音让我的心脏猛地收缩。天穹上的画面只维持了短短3个呼吸的时间，但我死死地将那一幕刻印在灵魂的最深处。娘亲秦月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泣，她双腿一软，整个人扑倒在雪地里。夫君，是你吗？你没死，你到底在哪里？秦月哭得肝肠寸断，双手在雪地里拼命地抓挠着，仿佛想要去抓住天空上的幻影。妹妹小小也跟着哇哇大哭起来，跑过去抱住娘亲。父亲林战当年为了给我寻找一枚续脉的神果，
只身踏入星空古路，从此销声匿迹。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在了星空巨兽的口中，却没想到他竟然承受着如此非人的折磨。凡儿，你爹他还活着，他让我快逃，我们该怎么办？秦月抬起满是泪水的脸庞，眼神中充满了无助与惊恐。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胸中翻滚的狂暴杀意，走上前将娘亲和小小紧紧拥入怀中。娘，别怕，爹还活着，这就是最好的消息。不管那困住爹的黑色陨石在九重天上的哪个角落，我林凡发誓一定会杀上天界，将他亲手救出来。谁敢拦，我便斩碎这片天。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神帝威严。就在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密集的破空声。传来了一阵极其密集的破空声，嗖嗖嗖，数十道强悍的气息从青州城内爆射而出，直奔我们这边而来。刚才星海神令爆发的冲天光柱实在太耀眼了，这种天地异象绝对逃不过青州城那些老怪物的眼睛。宝物出事了，光柱是从林凡那个方向传来的，快拦住他们，绝对不能让众宝跑了。我冷冷地看着远处天际线急速逼近的几十道身影，那是青州城各大世家的长老，甚至还有城主府的暗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贪婪的狗东西还真是阴魂不散。我体内刚刚平息下去的混沌剑海再次剧烈翻滚起来，看来今天是要在青州城外大开杀戒了。就在我准备将娘亲和小小护在身后，放手一搏时，一直停在旁边没有动静的那辆冰蓝色豪华马车里，突然传来沈曼哥那清冷而威严的声音：“放肆！本圣女的贵客，也是你们这群蝼蚁感染指的。”话音刚落，沈曼哥那只羊脂玉般的手轻轻一挥，车厢内瞬间爆发出一股犹如实质的星月光辉。这股光辉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半球形光照，将我们一家三口牢牢罩在其中。紧接着，马车周围那数十名灵海境以上的带刀护卫齐刷刷拔出腰间长刀，拔刀的瞬间，一股令人窒息的铁血杀气冲天而起。滚，或者死！为首的一名刀卫统领声如洪钟，震得周围树上的积雪簌簌落下。那些刚刚冲到近前的各大世家长老和城主府暗卫，看到这豪华的马车和数十名恐怖的刀卫，吓得猛地在半空中刹住身形。有眼尖的长老一眼就认出了马车上那个醒目的星月图腾。我的天，那是星月神宫的圣女銮驾！快退，快退！你想害死我们全族吗？那可是连九州皇朝都要忌惮3分的超级庞然大物。原本气势汹汹的众人，瞬间像见了猫的老鼠般，吓得魂飞魄散，连一句狠话都不敢转身连滚带爬的落荒而逃。眨眼间，古道上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我散去指尖凝聚的混沌剑气，转身看向掀开帘子的沈曼哥。多谢圣女殿下解围。我语气平静，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受宠若惊。虽然我现在实力还未恢复巅峰，但前世身为神帝，什么场面没见过？沈曼哥那一双宛如秋水般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我，他的目光从我那张平静的脸上扫过，又看了看我身边受惊的母亲和妹妹。林公子，你救我一命，我还你一次解围，这是理所应当。更何况你现在的处境，带着家眷行走江湖，恐怕多有不便。若不嫌弃，可愿去我在青州城外5十里的一处私产洛星山庄暂住，那里布有星月神宫的高级阵法，绝对安全。沈曼哥的提议确实打动了我。我现在虽然有实力自保，但娘亲和小小都是凡人之躯，我不可能时时刻刻把他们带在身边打打杀杀。我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大后方来安置他们，而且我体内的混沌剑海还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来沉淀。好，那就叨扰了。我没有扭捏，痛快的答应下来。沈曼哥那清冷的绝美容颜上，罕见的闪过一丝极浅的笑意。来人，请林夫人和令妹上后面那辆备用马车。护卫们立刻恭敬地牵来一辆同样舒适宽敞的马车。我扶着娘亲和小小坐上去，然后自己翻身跨上一匹踏雪云驹的马背。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洛星山庄的方向进发。一路上，小小从车窗里探出个小脑来，好奇地看着周围威风凛凛的护卫。哥，我们真的不用回那个漏风的破柴房了吗？小小奶声奶气的声音里还带着一丝不敢置信。我策马走到窗边，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当然，哥说过了，以后让你们住大房子，吃山珍海味，没人敢欺负我们。小小开心地笑弯了眼睛。娘亲在车里也是默默抹着眼泪，满是欣慰。队伍行进了大概半个时辰，前方出现了一座云雾缭绕的秀丽山峰，山腰处一大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若隐若现，宛如人间仙境。这便是洛星山庄了。沈曼哥的声音从前方马车里传来。进入山庄后，我才发现这里简直奢华到了极点。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假山流水，灵气氤氲，空气中的灵气浓度甚至比林家内院那处所谓的洞天福地还要浓郁10倍。庄园里的侍女和仆从训练有素，恭敬地将我们迎进了一处最清幽的独立别院。林公子，这处听风院以后就是你们的住处，庄内的一切资源你尽可随意取用，不用跟我客气。沈曼哥站在庭院里，一袭白裙飘飘，宛如画中仙子。我看着他，淡淡一笑。圣女殿下如此厚待，怕是不止报恩这么简单吧？沈曼哥微微一愣，随即深深看了我一眼。林公子果然聪明，我确实有一事相求，但现在还不着急，你先安顿好家人，我们来日方长。说完，他微微颔首，转身带着护卫离开了别院。我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这星月神宫的圣女体内虽然寒毒已清，但似乎还有一道极其隐秘的封印。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他没有恶意，我不介意帮他一把。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在听风院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安宁生活。这几天算是我重生以来最放松的时光。清晨，我会起得很早，在庭院的空地上指导小小打基础。我没有教他林家那些粗浅的武技，而是直接从记忆中挑选了一门适合女子的顶尖功法。9天玄女诀。小小，这套动作你要配合呼吸，感受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温度。我负着双手，严厉又耐心地纠正着小小的动作。小小虽然年纪小，但极其懂事，哪怕累得满头大汗，
也咬牙坚持：“哥，我一定会变强，保护你和娘亲。”小小挥舞着稚嫩的小拳头，眼神异常坚毅。我欣慰地点点头，掏出一枚我亲手炼制的培元丹，塞进他嘴里。不远处的石桌旁，娘亲秦月正满脸笑容地为我们缝制新衣，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早生华发的鬓角奇迹般的生出了黑发。经过我每天用混沌真气为她温养身体，娘亲的容貌正在一天天恢复青春。她本就是个大美人，如今更是风韵犹存，气色极好。凡儿，快带小小过来，喝口热粥。娘亲端着一碗香气扑鼻的灵米粥，招呼我们。我收起功法，抱起小小走到桌边，端起碗大口喝了起来。就在这温馨惬意的时刻，院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林夫人煮的粥好香啊，不知道我有没有口福，讨一碗尝尝。一袭淡紫色长裙的沈曼哥提着一个精致的食盒从院门外走进来，今天的他没有戴那种高高在上的圣女面纱，反而像个邻家女孩般随意。秦月连忙站起身，有些局促地擦了擦手。圣女殿下，您快请坐，粥还有很多，我这就去给您盛。沈曼哥不仅实力高强，身份尊贵，这几天更是对我们照顾有加。秦月心里十分感激。沈曼哥毫不见外地坐在石桌旁，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掩嘴轻笑：“林公子，你这吃相，若是让青州城那些仰慕你的少女看到，怕是要惊掉下巴。”我放下空碗，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圣女殿下这么闲，堂堂星月神宫，没事情让你处理吗？天天往我这跑。沈曼哥也不恼，将带来的食盒推到我面前：“我是来给你送好东西的。听底下人说，你最近在大量收集各种灵矿废体，我刚好让人去神宫宝库里翻了一堆废弃的灵气残片，想看看对你有没有用。”我眼睛猛地一亮，打开食盒一看，里面堆满了各种散发着古老气息的金属残片，虽然失去了灵性，但材质全都是极品，甚至还有几块域外云体，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正愁混沌剑胎的淬炼进度慢，那就多谢了，这个人情我记下。我毫不客气地将食盒收入我的储物戒指里。看到我这副见钱眼开的模样，沈曼哥无奈地摇摇头：“林凡，你这个人还真是现实，看到好处才肯给我一个好脸色。”我挑了挑眉，笑道：“怎么？难道圣女殿下是看上我了，想让我以身相许？”此话一出，沈曼哥绝美的脸庞上罕见地飞起一抹红晕。“你休要胡说八道，谁看上你这个无赖了？”他白了我一眼，但那娇嗔的模样却别有一番风情。小小白了我们一眼，转头对秦月奶声奶气地说：“娘，哥哥和漂亮姐姐在打情骂俏。”秦月闻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满脸慈爱地看着我。沈曼哥的脸更红了，站起身跺了跺脚：“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还有事要办，先走了。”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段日子的日常相处，让我们的关系拉近了不少。夜晚降临，听风院彻底安静下来，我盘膝坐在房间里，取出白天沈曼哥送来的那些金属残片。混沌剑海，给我吞！我双手结印，胸口爆发出一个肉眼可见的黑色漩涡，那些坚不可摧的域外云铁和灵气残片，在接触到漩涡的瞬间，就被疯狂搅碎，化作最纯粹的精锐之气，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剑海之中。随着这些金属被吞噬，我体内的那节混沌剑骨爆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我的肉身仿佛经历了一次千锤百炼，皮肤表面浮现出一层暗金色的流光。就这样，又过去了安稳的半个月，我的修为彻底稳固在了凝气境9重巅峰，隐隐有突破灵海境的征兆。每天清晨陪娘亲聊天，教小小练武，偶尔和沈曼哥斗几句嘴，这种脚踏实地的烟火气，让我那颗曾经在星空中冰封了万年的心逐渐融化。直到某天深夜，我正在房中打坐调息，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慌乱的脚步声，接着是古岩大师那破锣般的大嗓门，划破了山庄的宁静：“林高人，救命啊！救老头子我啊！”我微微皱眉，收起功法，推开房门，只见古岩大师鼻青脸肿，衣服被撕成了布条，连鞋都跑丢了一只，狼狈到了极点。他一把抱住我的大腿，嚎啕大哭，老泪纵横。出什么事了？堂堂万药阁的首席炼丹师被人打成这样。我将他从地上提溜起来，没好气地问道：“高人，您可要替我做主啊！今天地下黑市来了一群外地来的嚣张恶霸，自称是什么狂刀门的人，他们不仅砸了万药阁的场子，还抢走了一件我刚花重金收来的稀世宝贝。”古岩大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委屈得像个丢了糖果的孩子。狂刀门抢了什么宝贝，值得你这么批？我有些好奇，古岩这老头虽然修为不高，但眼界极高，能让他说是稀世宝贝的东西，肯定不简单，是一尊黑不溜秋的破丹炉。古岩大师擦了擦鼻血，有些心虚地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我一听，脸就黑了：“你这老东西，耍我呢？一个破丹炉，你说是稀世宝贝，大半夜跑来扰人清梦？不，高人您听我解释。”古岩大师急得直跳脚。那个丹炉虽然残破，但上面刻满了上古神纹，我用自己温养了30年的异火烧了它整整3天3夜，它连一点皮都没掉，绝对是大有来历的远古神物。我本来是想把它买下来孝敬给您的，结果被狂刀门的少主看中，强行抢走了。我听到上古神纹4个字，心中微微一动，能让古岩的异火都烧不坏的东西，极有可能是某种远古遗留的造化残物。我现在正缺一个高品质的炼丹炉，因为普通的丹炉根本承受不住我混沌真气的狂暴冲击。狂刀门的人现在在哪？我淡淡的开口，眼中闪过一抹刺骨的寒芒。他们抢了东西没走，还在黑市的春风楼里喝酒作乐，说要等万药阁的阁主亲自去给他们磕头赔罪，才肯罢休。古岩大师咬牙切齿地说道，双眼里满是屈辱。走，带我去会会这群过江龙，看看他们的刀到底有多狂。我掸了掸袖子上的灰尘，大步向院外走去。古岩大师见我肯出手，激动的差点又要跪下，连忙屁颠屁颠的在前面带路。
深夜的青州城地下黑市依旧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里是整个青州最法外之地，鱼龙混杂，三教九流聚集。春风楼是黑市里最大的一家酒楼，平时只有最顶尖的豪客才消费得起。此时春风楼的大厅里却是一片狼藉，名贵的桌椅碎了一地，几十个穿着兽皮敞着胸膛的壮汉正肆无忌惮地搂着怀里的娇妹歌姬大声调笑，污言秽语不绝于耳。在大厅正中央的主桌上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眼角有一道恐怖刀疤的青年，他就是狂刀门的少主狂天，修为达到了凝气境9重巅峰，半只脚踏入了灵海境。在狂天的脚边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漆黑丹炉，上面沾满了泥土，显得灰扑扑的，毫不起眼。哈哈哈！什么狗屁青州城，什么狗屁万药阁，全是一群没种的软蛋。狂天灌了一大口烈酒，嚣张的环顾四周，极其狂妄。老子看上的东西，那是给你们面子，谁敢不从，老子一刀剁了他的狗脑袋！周围的酒客和春风楼的老板都吓得瑟瑟发抖，躲在角落里敢怒不敢言。狂刀门是隔壁雷州的恶霸宗门，行事百无禁忌，他们这些做小本买卖的可惹不起。就在狂天得意忘形的时候，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道极其平淡却穿透力极强的声音：“是吗？你的脑袋很硬吗？不知道够不够我一脚踩碎的？”喧闹的大厅瞬间死寂，所有人像见了鬼一样转头看向门口。只见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的清秀少年，带着一个鼻青脸肿的老头，慢悠悠地走了进来。正是我和古岩大师，就是他，高人，就是那个刀疤脸，抢了丹炉还打了我。古岩大师躲在我身后，指着狂天大声喊道：“有了我撑腰！”他的底气足了不少。狂天眯起那双毒蛇般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突然爆发出震天的狂笑：“老东西，你是老糊涂了吗？搬救兵竟然找了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就这小子细皮嫩肉的，我一巴掌就能拍死10个，让他回娘胎里重新改造去吧！”狂天身后的那些狂刀门弟子也跟着放肆大笑起来，满眼都是轻蔑和嘲弄。我连看都没看那些小喽啰一眼，目光径直落在了狂天脚边的那个漆黑丹炉上。果然是好东西，在我的神地法眼下，我能清晰地看到丹炉表面那层厚厚的泥土下，隐藏着极其繁复玄奥的阵纹。这哪是什么破丹炉？这分明是不玄奥的阵纹。这哪是什么破丹炉？这分明是一件受损的地阶极品法宝乾坤造化炉的残次品。只要稍微用我的混沌真气修复一下，不仅能炼制6品以上的极品神丹，甚至还能用来直接砸人当武器。把丹炉留下，自断一臂，滚出青州，我饶你不死！我收回目光，看着狂天，语气平淡的就像在吩咐一只随处可见的流浪狗。狂天的笑声戛然而止，脸色瞬间变得狰狞无比，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小子，你他娘的是真活腻了，敢在老子面前装大尾巴狼，给我上，把他砍成肉泥，喂外面的野狗！随着狂天一声残忍的令下，4、5个凝气境7重的狂刀门弟子拔出明晃晃的鬼头大刀，朝着我猛扑过来，刀光闪烁，杀气腾腾，一瞬间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快跑啊！这小子死定了！谁让他去触狂刀门的眉头？周围的酒客吓得纷纷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不忍心看我被当场分尸的惨状。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攻击，我甚至连脚步都没有挪动一下，平静的仿佛一尊泥塑。我缓缓抬起右手，并指如剑，随意的向前一划，没有丝毫烟火气，一道极其细微却凝练到极致的混沌剑气从我指尖迸发而出。这道剑气在空气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仿佛切开平静的水面般，毫无阻碍地穿透了那5个壮汉的身体。扑通扑通，5个狂刀门的精锐弟子手举着大刀僵在原地，双眼暴突，满是不可思议。随后，他们的身体竟然从腰部整齐的滑落，断成2截，鲜血混合着破碎的内脏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整个大厅的汉白玉地面，血腥味冲天而起，全场疯狂倒吸一口凉气，所有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下巴掉了一地。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招连武技都没用，就秒杀了5个凝气境7重的高手，这少年到底是人，还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怪物？狂天脸上的横肉剧烈抽搐了一下，眼中终于露出了一丝凝重和掩饰不住的惊恐。碰上硬茬了，这小子有古怪！不住的惊恐，碰上硬茬了，这小子有古怪！但他狂刀门少主的骄傲，让他咽不下这口气。如果在青州城认怂，他以后还怎么在雷州混？好小子，扮猪吃老虎是吧？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绝顶刀法！狂天怒吼一声，从背后抽出一把门板大小的血色巨刃，巨刃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显然是一把饮过无数人鲜血的凶兵。血战八荒，狂雷斩，给我死！狂天高高跃起，全身真气毫无保留地灌注于巨刃之上，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泰山压顶般朝我当头劈来。这一刀的威力已经达到了半步灵海境的极限，周围的空气都被恐怖的刀压挤压地发出极其刺耳的爆鸣声。来得好，就拿你试试，我这具新打造的混沌肉身到底有多硬！我不退反进，竟然直接迎着那把血色巨刃一拳轰了上去。我的拳头上没有包裹任何真气护体，完全是凭借着纯粹的肉身力量。疯了，他竟然想用肉体硬抗玄阶中品兵器，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所有人都在心里给兵器，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所有人都在心里给我判了死刑，认为我肯定会被劈成2半。然而下一秒发生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的世界观彻底崩塌碎裂。砰！咔嚓！当我的拳头与血色巨刃相撞的瞬间，并没有出现大家预想中血肉横飞的画面，反而是那把坚不可摧的玄阶凶兵发出了一声痛苦至极的哀鸣，从刀刃处开始寸寸皲裂，最终在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下，整把血色巨刃轰然爆碎成漫天铁屑，犹如天女散花。什么？这怎么可能？我的狂雷刀！狂天目眦欲裂，双手虎口被震得鲜血淋漓，骨头都露了出来。他还没来得及后退，我的拳头余威不减，带着毁灭一切的霸道力量，狠狠砸在了他的胸口上。轰！狂天如同被一头狂奔的太古巨象正面撞击，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接连撞穿了春风楼的3堵厚重的承重墙，最后死死镶嵌在外面街道的青石板上，狂喷鲜血，连爬都爬不起来。寂静，绝对死一般的寂静。
剩下的几十寂静，绝对死一般的寂静。剩下的几十个狂刀门弟子吓得双腿一软，齐刷刷的跪在地上，连手中的刀都拿不稳了，尿液顺着裤裆流了一地。大爷饶命，祖宗饶命，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求您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我没有理会这群磕头如捣蒜的蝼蚁，径直走到那个漆黑的丹炉前，伸手轻轻一拍，丹炉表面的泥土纷纷剥落，露出里面暗金色的古朴炉身，一股沧桑厚重的远古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心神安宁。果然是乾坤造化炉的残片，虽然受损严重，但核心阵纹保存的极其完好。我心中大喜，手腕一翻，直接将丹炉收入储物戒指里。古言，谢了，这东西对我真的很有用，以后万药阁有什么麻烦，随时来洛星山庄找我替你平事。我转头对还在呆滞状态长着大嘴的古言大师笑了笑，古言大师这才猛地回过神来，激动的浑身发抖，脸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多谢高人，多谢高人，以后万药阁为高人马首是瞻，赴汤蹈火，在所不为高人马首是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摆摆手，没有多做停留，大步走出了春风楼的大门。经过那个镶嵌在坑里奄奄一息、静气多出气少的狂天时，我连看都没看一眼。这种级别的废物已经不配让我产生任何情绪波动，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回到洛星山庄，天色已经蒙蒙亮了，晨曦的微光洒在庭院里。我没有休息，跟娘亲打了个招呼，便直接进入了密室，取出那个乾坤造化炉，开始仔细研究。这炉子虽然底子极好，但破损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如果强行炼制高级丹药，恐怕会直接炸炉。不过还好，我手里有不少沈曼哥送来的极品金属残片，材料非常充足，刚好用混沌剑海的吞噬与重塑之力，将这些金属熔炼，完美修补这尊丹炉。我盘膝坐下，双手抵在丹炉上，混沌真气犹如江河决堤般源源不断的涌出。接下来整整3天，我闭门不出，日夜不停的在密室里修补丹炉。这3天里，青州城可谓是翻天覆地，闹得沸沸扬扬。我在地下黑市一拳秒杀半部临海境狂刀门少主的事情，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街头巷尾，所有人都震惊于那个曾经被踩在脚底的废物林凡，竟然真的强势归来了，而且变得如此恐怖。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所有人都在讨论我的名字，将我传得神乎其神。而林家内院此时却是愁云惨雾，死气沉沉。穆清雪被我废了气海，剥夺了星辰骨，整个人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般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大长老断了一条手臂，修为大跌，穆振海更是变成了彻底的残废，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林家不仅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绝世天才，还成为了全青州城最大的笑柄，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林家子弟连头都抬不起来。就在林家众人绝望到极点，以为家族就要彻底衰败之际，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穿透云霄的鹰鸣声，一头一展足足有10几米，浑身覆盖着钢铁般羽毛的巨大狂鹰从云层中俯冲而下，稳稳落在林家广场上。狂鹰带起的飓风将周围的旗帜吹得猎猎作响，几个修为弱的仆人直接被掀翻在地。从狂鹰宽阔的背上缓缓走下3个身穿绣着星辰图案长袍、气息深不可测的中年人。为首的老者眼神阴鸷，眼窝深陷，高高在上，赫然是临海境8重的恐怖强者。这是星辰学院的专属座驾，那是星辰学院的招生导师雷爵。他这次来就是专门为了接引觉醒了极寒灵根的穆清雪进入星辰学院重点培养的。林家众人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看到了逆风翻盘的希望。大长老顾不上断臂处还在渗血的剧痛，扑通一声双膝跪在雷爵面前，老泪纵横。雷导师，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我们林家的骄傲清雪，他被人废了。什么？雷爵脸色瞬间大变，勃然大怒，一股恐怖的灵气风暴以他为中心席卷开来。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感动我看中的核心弟子，活得不耐烦？了吗？大长老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添油加醋的将我在擂台上的事情声泪俱下的说了一遍。他当然隐瞒了林家对我们一家惨无人道的迫害，把我彻底描述成了一个欺师灭祖、十恶不赦的恶魔。林凡，一个原本被废掉的野种，竟然能重塑恐怖的肉身，还强行剥夺了清雪的星辰骨。雷爵眼中闪过一丝极其贪婪和残忍的光芒。如果这小子身上有什么天大的远古机缘，能重塑气海，如果我能把这机缘弄到手，那我突破魂宫境岂不是指日可待？雷爵冷笑一声，立刻对手下下令带路。老夫倒要亲自去看看这个叫林凡的废物有多大能耐，敢坏我星辰学院的好事，感动我看上的人，我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他全家跟着陪葬。此时洛星山庄的密室内，我满头大汗地看着面前这尊焕然一新、散发着暗金色神秘光晕的乾坤造化炉，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经过3天3夜不眠不休的熔炼，这尊丹炉终于被我修补到了地阶下品的层次。炉身上的远古阵纹重新焕发生机，流转着微弱的光芒。虽然距离这尊丹炉的巅峰时期还差得很远，但对目前灵气境巅峰的我来说，绝对是绰绰有余了。好极了，有了这尊得心应手的丹炉，我就可以开始炼制3品巅峰的筑基丹了。只要服下筑基丹，突破到临海境，我就可以御空飞行，离开青州，去寻找关于父亲下落的更多线索。就在我准备拿出之前在藏神渊收集的极品灵草，开炉炼丹的时候，山庄上空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仿佛炸雷般的怒喝：“林凡，小畜生，立刻滚出来受死！”这声音夹杂着雄浑无比的真气，震得整个听风院的瓦片都哗哗作响，池塘里的水都溅起了几米高的水花。我眼神瞬间一寒，脸上的笑容被冷酷取代，收起丹炉，一脚踹开密室的门，大步走出。只见听风院上空的虚空中，3个穿着星辰长袍的人傲然而立，俯视着下方，为首的正是那个眼神阴鸷不可一世的雷爵导师。而在他们下方的院子里，
娘亲秦月和小小被这股恐怖的威压震得脸色苍白，呼吸困难，连站都站不稳。林家大长老和一群狗仗人势的护卫跟在雷爵的狂鹰下方，狐假虎威，满脸都是大仇得报的幸灾乐祸。你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林凡，交出从穆清雪那里抢来的星辰骨，然后自费全身修为，跪在地上，像狗一样跟我回星辰学院领罪。雷爵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语气中透着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命令，仿佛他就是掌控生杀大权的神明。我微微眯起眼睛，看着天上这几只不知死活乱吠的苍蝇，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讽。星辰学院算什么垃圾东西，也配让我下跪领罪？你算哪根地里的老葱，跑到我的地盘上来大呼小叫撒野？不想活了就直接把脖子伸过来！大胆狂妄，敢对雷导师如此无礼，简直是瞎了你的狗眼，不知死活！雷爵身旁的一个中年导师急于表现，怒斥一声；直接凌空一掌朝我狠狠拍下。这一掌化作一只足有磨盘大小的青色灵气手印，带着排山倒海压碎一切的气势，要把我连同我身后的房屋一起拍成废墟。我看不知死活的是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蠢物！我双腿猛地一蹬地面，脚下的青石板寸寸碎裂，整个人如同出膛的重型火炮般冲天而起，混沌剑气毫无保留地凝结在我的右腿上。我整个人在半空中拧腰转身，一个战斧式下劈，狠狠劈在那只青色手印上。轰隆一声巨响，那看似威力无穷的灵气手印，在接触到我右腿的瞬间，就像脆弱的气球一样轰然炸裂，化作漫天光点。我在半空中利用爆炸的反作用力，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折返，瞬间突破阴障，出现在那个中年导师面前。在对方惊悚到极点根本来不及反应的目光中，我一记狠辣无比的西撞，重重顶在他那张高傲的下巴上。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中年导师的下巴瞬间粉碎，满嘴的牙齿和着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犹如断线的破风筝般，一头栽进了山庄的池塘里，生死不知。一击仅仅是一个照面的肉搏，秒杀林海境2重的学院导师，全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林家大长老吓得腿都软了，直接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雷爵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眼中终于褪去了轻视，露出了深深的忌惮和震惊。好霸道，好恐怖的肉身力量，难怪你敢如此猖狂，看来你果然得到了了不得的上古机缘。但他毕竟是成名已久林海境8重的超级强者，在这小小的青州城，他自认无敌，绝不会被一个少年轻易吓退。小畜生，别以为有点蛮力就能横行霸道，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里，今天老夫就让你见识一下星辰学院真正的无上底蕴。雷爵双手在胸前飞速结印，引动天地间的灵气，一把由纯粹星辰之力凝聚而成的10丈光剑在他的头顶缓缓成型。星辰陨杀剑，小畜生成型！星辰陨杀剑，小畜生，给我下地狱去吧！巨大光剑带着撕裂空气的恐怖尖笑声，死死锁定我的气机，如同一座剑山当头劈下。这一剑的威力极其恐怖，足以将一座坚硬的小山头从中间整齐地劈成2半。凡儿，快躲开，小心啊！娘亲秦月在下面看着这毁天灭地的一剑，惊恐的尖叫，眼泪夺眶而出。我深吸一口气，悬空而立，冷冷地看着头顶劈落的巨剑，体内蛰伏的混沌剑海开始剧烈沸腾咆哮。我没有选择闪避，也不能闪避，因为我的正下方就是我必须要用生命去守护的娘亲和妹妹小小。既然你这老狗这么喜欢玩剑，那老子今天就大发慈悲，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剑道祖宗。我缓缓抬起右手，并指成剑，眼神睥睨万物，直指苍穹之上的雷爵。混沌剑体第一重拔天使，随着我指尖一指点出，我体内那节新生的混沌剑骨爆发出极其刺目的幽暗光芒，一道古老沧桑仿佛能够劈开天地初始混沌的黑色半月形剑气从我指尖激射而出，迎空直上。这道黑色剑气与那10丈长的星辰巨剑相比，看似细小微弱，但在两者相撞的瞬间，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也没有产生向外席卷的剧烈能量波动。那把让雷爵引以为傲、威风凛凛的星辰光剑，竟然像脆弱的冰块遇到了滚烫的烙铁一样，被那道细小的黑色剑气从正中间无声无息地切开。随后剑气中爆发出恐怖的吞噬之力，迅速将光剑消融吞噬得一干二净。这怎么可能？我的最强杀招星辰陨杀剑竟然被破了！雷爵吓得亡魂皆冒，浑身汗毛倒竖，那可是他苦修了几10年，消耗了无数资源的底牌杀招啊，竟然被眼前这个少年用一根指头就轻描淡写的破掉了，连渣都不剩。逃，绝对不可力敌！这个少年太诡异了，绝对是被哪个几千年前的隐世老魔头夺舍了。雷爵心中瞬间被无尽的恐惧填满，他连句狠话都不敢留，转身就想撕裂空气，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现在才想起来跑，是不是太晚了？把命留下吧！我冷哼一声，身形如鬼魅闪电，瞬间跨越100米虚空，出现在雷爵逃跑路线的正前方头顶之上，右手成爪，带着吞噬万物无可匹敌的混沌之力，狠狠扣住了他的天灵盖。雷爵浑身如遭雷击，猛地一颤，只觉得体内的真气像决堤的洪水般，完全不受控制的顺着我的手掌疯狂流逝。啊！你这是什么阴毒的妖术？快放开我！我的修为，我苦修60年的修为啊！雷爵发出如同杀猪般凄厉的惨叫，双眼充满红血丝，绝望的在半空中胡乱挣扎着。我眼神冷酷的没有一丝怜悯，看着他，将他引以为傲的真气全部转化为我混沌剑海的养料。既然你这么喜欢你那高高在上的星辰学院，那我就亲自送你下地狱，让你在下面慢慢怀念你的威风。我手掌猛地向下一吐内力，直接以摧枯拉朽之势震碎了雷爵的灵海和全身经脉。堂堂林海境8重高高在上的学院导师，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我随手扔在地上，彻底成了一个再也无法修炼的废人。剩下的那个没出手的导师和下方林家众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想要逃离这片修罗场。
生怕我下一个杀的就是他们。我刚准备挥出剑气，动手斩草除根，绝不留后患。突然，天边传来一声极其悠扬古朴的洪钟齐鸣，紧接着9条气势骇人、长着独角的墨色蛟龙，拉着一辆比沈曼哥的马车还要奢华威武100倍的虚空战辇，破空而来。战辇上插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巨大旗帜，上面用金线绣着一颗璀璨耀眼的星辰图腾，是星辰学院总院的最高使者驾临了。跌落在地上被废了修为的雷爵，仿佛在绝境中看到了救世主，激动的鼻涕眼泪混合着鲜血都流了出来。总院使者大人，救命啊！快救命啊！这个恶魔疯了，杀我学院导师，辱我学院万年威严，快替我们报仇，杀了他！战辇停在半空中，蛟龙发出低沉的咆哮。战辇停在半空中，蛟龙发出低沉的咆哮。从车厢内缓缓走出一个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者，他目光如电，扫视全场，最后稳稳地落在我的身上。老者竟然完全没有看地上哀嚎的雷爵一眼，而是闭上眼睛，仔细感受着空气中残留的霸道混沌剑气，眼中闪过一抹极度的震惊和无法掩饰的狂热。好恐怖，好纯粹的绝世剑意，好霸道无双的天赋。老夫生平仅见那个觉醒极寒灵根的穆家女王，跟眼前这个少年比起来，简直就是地上的烂泥和天上的神龙之别，根本不值一提。老者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激荡，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我微微拱了拱手，态度极其客气。老朽星辰学院总院副院长云山，见过这位小友，刚才见识了小友的手段，真是后生可畏啊！全场所有人瞬间都懵了，连呼吸都停滞了。地上的雷爵更是傻了眼，连哀嚎都忘记了。副院长大人，您这是在干什么？他废了我的修为啊！他把我们星辰学院的脸面放在地上踩啊！他把我们星辰学院的脸面放在地上踩啊！您快一巴掌拍死他啊！云山听得眉头一皱，反手就是一股无形的气浪，隔空一个极其响亮的巴掌抽在雷爵的脸上，直接将他抽得满嘴碎牙，晕死过去。闭嘴！你个丢人现眼的蠢货，技不如人还四处惹是生非，差点为学院招惹大敌，死有余辜！来人，把他拖下去喂狗！云山转过头，脸上的阴沉瞬间消失，满脸堆笑的看着我，语气极其温和，甚至带着一丝讨好的意味。小友，让你见笑了，刚才发生的事全是老朽御下不严，这几个不长眼的废物随你任意处置，我绝无二话。老朽是个惜才之人，看小友天赋绝伦，如龙潜深渊，不知可愿屈尊加入我星辰学院总院？只要小友点头答应，星辰学院的一切顶级资源秘境功法为你一人完全敞开，老朽愿意破例亲自收你为关门大弟子，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此话一出，下面林家大长老直接极怒攻心，两眼一黑，彻底吓晕了过去。他们做梦都想不到，原本指望来杀林凡为家族报仇的星辰学院副院长，竟然反过来卑躬屈膝的跪舔林凡，求着他加入。面对这天上掉下来的连九州皇子都会眼红的巨大诱惑，我却只是站在原地，淡淡的掸了掸衣袖上的灰尘，表情没有丝毫波澜。加入你们星辰学院，你们这群井底之蛙也配教导我？我林凡这辈子哪怕是天王老子下凡，也不会屈居任何人之下，做别人的徒弟。我抬起头，目光透过层层云雾，仿佛看向了无尽的星空深处，看穿了这世间的虚妄。我的路在我的脚下，在这漫天神佛都不敢踏足的九幽尽头，谁也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就在这时，我揣在怀里的那面古朴的星海神令突然再次微微发热，隐隐约约间，神令的表面浮现出4个透着古老沧桑气息的血色篆字九幽秘境。我嘴角勾起一抹狂傲不羁的笑容，握紧了拳头。父亲，等着我，我知道你留下的线索，等着我，我知道你留下的线索。不管前方九幽秘境里藏着的是上古魔神，还是九天玄仙，我林凡必将踏碎这万界星河，一路杀进去，将你安安稳稳的接回家。就在我转身收起气势，准备带着娘亲和小小回屋吃早饭时，沈曼哥那道绝美清冷的身影突然如谪仙般出现在高高的院墙上。他一袭紫裙迎风飞舞，一双秋水剪瞳看着我，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明亮的光芒和一种极其坚定的决绝。林凡，你既然拒绝了星辰学院，要去那个危险重重的九幽秘境，带上我一起如何？我也正要去那里寻找一样极其重要的东西。我猛地回头看向他，心中涌起一丝强烈的好奇和戒备。这个一直高高在上对男人不假辞色的星月神宫圣女，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竟然主动要求跟我这个在世人眼中极其危险的疯子同行，这显然已经是一个脱离了青州城小打小闹。我微微眯起眼睛，看着站在高墙之上裙摆随风飞舞的沈曼哥。这个女人看着站在高墙之上裙摆随风飞舞的沈曼哥，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身为星月神宫高高在上的圣女，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修炼资源和无上地位，此刻竟然甘愿放下身段，要跟着我这个刚刚得罪了星辰学院的亡命之徒去闯那个九死一生的九幽秘境。我脚尖一点地面，整个人如同没有重量的羽毛般飘然而上，稳稳地落在他的身边。你可知那九幽秘境是什么地方？那里埋葬了无数上古凶兽和陨落的远古大能，甚至连天地法则在那里都是残缺扭曲的。你跟着我，不怕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把你拿来当挡箭牌？我语气玩味，眼神肆无忌惮地在他那绝美的身段上打量着，想要看出他内心最真实的恐惧。但沈曼哥只是极其平静地回望我，那双宛如秋水般的眼眸里没有泛起一丝涟漪。林凡，你不用拿这些话来试探我，我星月神宫的圣女还不是温室里一碰就碎的花朵。实不相瞒，我体内不仅曾经有血莲妖僧的寒毒，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一道伴随我出生的上古绝咒。如果不去九幽秘境寻找传说中的星月神魄，我活不过20岁。传说中的星月神魄，我活不过20岁。沈曼哥的语气很淡，仿佛在诉说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我却能从他的眼神深处看到一丝对命运的强烈不甘。绝咒，我神色微动，开启神地法眼，仔细凝视他的眉心。果然，在他的灵魂识海最深处，盘踞着一条极其隐秘的黑色枷锁。这条枷锁正在缓慢地吞噬着他的生命本源，难怪他修炼速度如此之快，却始终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原来是用燃烧生命在换取力量。好，我答应你。不过路上一切行动必须听我的指挥，如果遇到连我也无法抗衡的危险，
我会第一时间带着我父亲的线索离开，绝不会为了救你而搭上自己的命。我收回目光，极其冷酷无情地定下规矩。沈曼哥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绝美的容颜上绽放出一抹倾国倾城的绝美笑容。成交，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达成共识后，我没有再耽搁时间，转身回到密室，开启刚刚修复好的乾坤造化炉。九幽秘境凶险万分，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到灵海境。只有速度突破到灵海境，只有凝聚出真正的灵海，我才能御空飞行，才能施展更多神帝记忆中的上古杀阵。我盘膝坐下，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之前在藏神渊搜刮来的无数极品灵草，还有那株至阴至寒的血冥幽花半生草。混沌剑海给我燃！我双手结出玄奥复杂的丹诀，体内恐怖的混沌真气瞬间化作汹涌的异火，将丹炉彻底包裹。一株株价值连城的灵草被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丹炉中，在混沌异火的淬炼下，化作最纯粹的药液精华。时间在极其枯燥的炼丹中飞速流逝。3天后的一个深夜，整个洛星山庄上空突然狂风大作，原本繁星点点的夜空瞬间被厚重的乌云遮蔽，隐隐有紫色的雷电在云层中疯狂翻滚咆哮。密室之中，乾坤造化炉发出震耳欲聋的嗡鸣声，炉盖被一股极其恐怖的药力猛地掀飞，3颗通体圆润、散发着璀璨金光的神丹冲天而起，竟然想要撞碎密室的屋顶，逃之夭夭。想跑，给我回来！我冷哼一声，给我回来！我冷哼一声，大手一挥，混沌真气化作一张无形的大网，瞬间将那3颗拥有了初步灵智的极品筑基丹死死抓住，扯回了掌心。看着掌心中那3颗散发着浓郁丹香的极品神丹，我眼中爆射出夺目的金光，没有任何犹豫，我直接将其中药力最狂暴的一颗仰头吞下。丹药入腹的瞬间，仿佛有一颗小太阳在我的五脏六腑中轰然炸开，恐怖到极点的灵力洪流，如同脱缰的野马在我的经脉中疯狂肆虐。给我破！我死死咬紧牙关，引导着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狠狠撞向凝气境与灵海境之间那道坚不可摧的壁垒。轰隆隆，我的体内传出如同山崩海啸般的恐怖巨响，原本宽阔的混沌剑海在这一刻开始疯狂向外扩张，10倍、100倍、1000倍，我的气海彻底破碎重组，化作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浩瀚灵海。而在这片灵海的中心，那节晶莹剔透的混沌剑骨爆发出直冲云霄的恐怖剑影。我缓缓睁开双眼，2道宛如实质的黑色剑芒从我眼中爆射而出，直接将密室的墙壁洞穿出2个深不见底的窟窿。灵海境1重，灵海境2重，灵海境3重，我的修为一路高歌猛进，直到灵海境3重巅峰才堪堪停住。我站起身，随意的握了握拳头，虚空竟然在我的掌心被捏出了一圈圈肉眼可见的音爆涟漪。这种掌控绝对力量的感觉，终于让我找回了一丝前世身为万界神帝的威严。推开密室的门，天色已经微亮，听风院的庭院里，娘亲秦月和妹妹小小早已经等候多时，旁边还站着眼神极其复杂震撼的沈曼哥和满脸谄媚的古岩大师，他们都感受到了昨夜那股惊天动地的突破气息。反而你出关了，你要走了对吗？秦月走上前，温柔地帮我整理着衣襟，虽然她的极力掩饰，但我还是能看到她眼底那浓浓的不舍和担忧。娘，孩儿不孝，刚与您重逢不久就要远行，但我必须去救爹。我握住娘亲粗糙的手，心中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酸楚。前世我没有保护好他们，今生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我的家人。哥，你放心去救爹爹，小小会乖乖听娘亲的话，小小会拼命练功，以后等哥哥回来，小小也能保护哥哥。妹妹林小小挥舞着稚嫩的小拳头，眼眶红红的，却强忍着没有掉眼泪。好，哥等着我们小小变成绝世高手的那一天。我揉了揉小小的脑袋，转头看向站在一旁满脸恭敬的古岩大师。古岩，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我娘和小小的安全就交给你了。这枚极品筑基丹赏你，不仅能彻底治愈你以前炼丹留下的暗伤，还能让你突破到灵海境巅峰。我屈指一弹，一颗金灿灿的神丹稳稳落入古岩大师的手中。古岩大师看着手中的神丹，激动的浑身都在剧烈颤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砰砰砰磕了3个响头。高人放心，只要我古岩还有一口气在，谁也别想动老夫人和小姐一根头发，除非他们从老头子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有了古岩这个即将突破灵海境巅峰的高手保护，再加上洛星山庄本身的高级阵法，我对他们的安全彻底放下了心。交代完一切后，我转头看向早已准备就绪的沈曼哥，走吧，去九幽秘境，踏碎这片虚伪的天。沈曼哥微微点头，玉手一挥，一艘散发着清冷星光的灵舟迎风暴涨，化作一艘足有100米长的巨大飞船悬浮在半空中。这是星月神宫的穿云灵舟，速度极快，可以日行万里。因为不放心把娘亲和小小留在这个随时可能被星辰学院报复的地方，我最终决定带着他们一起上路。反正这艘灵舟巨大无比，内部犹如一座移动的奢华宫殿，而且有我亲自布下的防御法阵，就算遇到绝顶强者也能保他们周全。我们一家人跃上灵舟，在古岩大师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灵舟化作一道流光，冲入云霄，消失在青州城的天际。灵舟上的日子倒是难得的清闲，除了每日必做的打坐修炼，我和沈曼哥偶尔会在甲板上煮茶论道，娘亲秦月则会在一旁给小小缝制新的衣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个看似高冷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其实内心极其丰富，甚至偶尔还会对我讲的那些粗鄙市井笑话掩嘴偷笑。林凡，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有时候你冷酷的像个活了上万年的老魔头，杀伐果断不留余地，有时候你又像个市井无赖，让人恨得牙痒痒。沈曼哥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灵茶，秋水般的眸子静静地看着我。我靠在灵舟的围栏上，看着下方飞速倒退的山川河流，嘴角勾起一抹洒脱的笑意。人如果只有一面，那岂不是太无趣了？我只是对敌人的时候像个魔头，对身边的人我可是天下第一大好人。沈曼哥被我的厚颜无耻逗得翻了个白眼，风情万种。小小跑过来抱着我的大腿，仰起头奶声奶气地说：“漂亮姐姐，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哥呀？你要是给我买好吃的冰糖葫芦，我就把哥哥让给你。”童言无忌惹得秦月在旁边笑出了声。沈曼哥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赶紧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一大把珍贵的灵果，塞进小小怀里，落荒而逃。看着他那娇羞的背影，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不住哈哈大笑。就在这轻松惬意的气氛中，灵州连续飞行了半个月，终于抵达了九州大地的最边缘，一片终年被漆黑瘴气笼罩的恐怖绝地——九幽秘境的入口。我让娘亲和小小留在灵州内部的最安全舱室，并在外面布下了9重混沌防御大阵。只要不是上界神明亲自降临，没人能打破这个乌龟壳。此时的秘境入口外，早已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各路修士，其中不乏各大隐士宗门的天骄和古老世家的传人。天空中密密麻麻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飞行法宝，场面极其浩大壮观。当我陪着沈曼哥走出灵州，出现在众人视线中时，立刻引来了无数道极其忌惮和敬畏的目光。快看，那是星月神宫的圣女沈曼哥，据说她已经是灵海境7重的天骄。这次九幽秘境开启，她绝对是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无数年轻修士看向沈曼哥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爱慕与狂热。但当他们看到沈曼哥身边竟然并肩站着一个穿着破旧青衫，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少年时，所有的惊呼声瞬间变成了极其刺耳的嫉妒与嘲讽。那小子是谁？穿得像个乞丐一样，怎么有资格站在圣女殿下身边？听着周围那些肆无忌惮的嘲笑，我面色平静如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巨龙怎么会在意脚下蚂蚁的叫嚣？但我的大度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有脑子。就在我们准备穿过人群进入秘境入口时，一个穿着极其奢华的金色锦袍，手持一柄极品灵宝折扇的青年，带着10几个气息彪悍的护卫，蛮横地挡在了我们面前。曼哥妹妹，好久不见啊！为兄刚才还到处找你呢，没想到你竟然带了这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土包子在身边，真是平白辱没了你圣女的身份。金袍青年用折扇指着我的鼻子，眼神极其轻蔑和高傲。这人是雷州第一大宗门紫炎宗的少宗主萧炎，修为已经达到了灵海境8重，一直对沈曼哥死缠烂打。沈曼哥绝美的容颜瞬间冷若冰霜，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厌恶。萧炎，请你放尊重一点，林凡是我的贵客，还有不要叫我妹妹，我跟你不熟。萧炎被当众扫了面子，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白，他不敢对沈曼哥发火，只能将所有的怨气和杀机全部转移到我的身上。他死死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死人。小子，本少宗主不管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曼哥，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里，否则我打断你的双腿，挖出你的眼睛，让你像条狗一样爬回娘胎里去。周围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哄笑，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个只有灵海境3重气息的土包子，今天肯定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我缓缓抬起头，用一种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萧炎，你刚才说要打断我的双腿，挖出我的眼睛，是吗？萧炎极其狂妄的仰天大笑，怎么，你怕了？现在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鞋底，我或许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全尸。他的话音刚落，我动了，我甚至没有动用一丝一毫的混沌真气，完全凭借着那具经历过乾坤造化炉无数极品灵矿淬炼过的恐怖肉身，在所有人根本连残影都没有看清的瞬间，我凭空消失在原地。下一秒，我极其突兀地出现在萧炎的面前，一只并不算粗壮的手掌已经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掐住了他的脖颈，将他整个人凌空提了起来。怎么可能？萧炎脸上的狂妄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惊恐和无法呼吸的窒息感。他灵海境8重的护体真气，在我的手掌下竟然像肥皂泡一样脆弱，瞬间分崩离析。你这张嘴太臭了！该死！我语气平淡的没有一丝波澜，左手猛地探出，一把抓住他的下巴，用力一扯，伴随着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肉撕裂声，萧炎那张俊俏的下半张脸竟然被我硬生生撕扯了下来，鲜血狂喷而出。萧炎发出极其凄厉模糊的惨叫声，像一条脱水的死鱼一样在半空中剧烈抽搐。放肆，快放开少宗主！那10几个紫炎宗的护卫这才如梦初醒，目眦欲裂的拔出兵器朝我疯狂扑来。我头也不回，右腿宛如一条破海而出的狂龙，在半空中扫出一道极其恐怖的半月形气浪。10几道沉闷的爆响声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那10几个修为都在灵海境中期的护卫，竟然被我一记极其狂暴的鞭腿全部扫成了漫天碎肉，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漫天血雨倾洒而下，将整个秘境入口染成了极其刺目的猩红。全场死寂，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止了，眼珠子惊恐的几乎要掉出眼眶。一招仅仅是肉身力量，秒杀10几个同阶强者，像林小鸡一样废了灵海境8重的绝世天骄。这个穿着破旧青衫的少年根本不是什么土包子，这分明是一头从阿修罗地狱爬出来的绝世凶魔。我随手将满脸鲜血痛得几乎昏死过去的萧炎扔在地上，拿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极其嫌弃地擦了擦手上的血迹，然后将手帕随意地扔在他残破的脸上。刚才的话我还给你，留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狗屁紫炎宗的宗主，想报仇尽管来九幽秘境找我，我叫林凡，专治各种不服。说完，我没有再看周围那些敬畏恐惧到极点的目光，转身对着身旁同样有些呆滞的沈曼哥微微一笑，走吧，挡路的苍蝇清理干净了，我们可以进去了。沈曼哥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眼前这个少年了。他狂妄霸道，却又拥有着与之匹配的恐怖实力。我们并肩踏入那个散发着幽暗光芒的秘境传送阵，一阵天旋地转的空间撕裂感过后，我们正式踏入了传说中的九幽秘境。刚一落地，一股极其古老沧桑并且夹杂着浓烈血腥味的洪荒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的天空是诡异的暗红色，没有太阳，没有星辰，大地上到处都是深不见底的裂谷和巨大如山岳般的异兽骸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能够腐蚀修士护体真气的剧毒瘴气。紧跟紧我，这里的空间法则极其不稳定，一旦踏错一步就会被卷入空间乱流，尸骨无存。我开启神地法眼，洞察着周围那些极其隐秘的远古沙阵，将沈曼哥牢牢护在身后。沈曼哥看着我宽阔的背影，心中突然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自从他当上圣女以来，从来都是他挡在别人的前面，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能像这样霸道的将她护在身后。我们就这样在满目疮痍的秘境中小心翼翼地前行了3天3夜，期间遇到了好几波极其凶悍的远古异兽，但都在我恐怖的混沌剑气下化作了剑海的养料。就在我们即将抵达地图上标记的九幽核心区域时，沈曼哥的身体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怎么了？我猛地停下脚步，一把扶住他摇摇欲坠的娇躯。绝咒发作了，我能感觉到星月神魄就在前面那座黑色的大山里，但我的灵魂快要被撕裂了。沈曼哥痛苦地捂住眉心，那条隐藏在灵魂深处的黑色枷锁此刻竟然显化在他的额头上，疯狂地汲取着他的生命力。我脸色一沉，毫不犹豫地咬破指尖，将一滴蕴含着最纯粹混沌剑意的精血点在他的眉心，暂时压制住那条黑色枷锁的暴动。撑住，我这就带你杀进去，不管前面是什么妖魔鬼怪，今天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我一把将虚弱的沈曼哥横抱在怀里，脚下猛地发力，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笔直地朝着那座散发着令人心悸气息的黑色大山狂飙而去。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黑色大山的山脚下。这座大山竟然完全是由一块块极其庞大的远古陨石堆砌而成。在大山的中心位置，有一个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巨大洞穴，洞穴门口盘踞着一头体型足有100丈大小的3头地狱犬，浑身燃烧着极其恐怖的幽冥冷火，散发着堪比魂宫境初期的毁天灭地的威压，竟然是拥有上古神兽血脉的地狱3头犬。难怪没有人能拿到星月神魄。沈曼哥虚弱地靠在我的胸口，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林凡，你把我放下，自己走吧。这头凶兽不是我们能对付，我死了没关系，你还有家人要保护。听着他极其虚弱却又充满善意的劝说，我不仅没有后退，反而胸中燃起了万丈豪情。区区一头串种的看门狗也想阻我？你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你选的男人到底有多强？我极其霸道的在他苍白的嘴唇上轻轻一吻，在沈曼哥震惊羞涩到极点的目光中，我将他轻轻放在一块安全的巨石后，然后孤身一人拔地而起，迎着那头如山岳般庞大的地狱3头犬冲了上去。后，地狱3头犬感受到了我的挑衅，3个硕大的头颅同时发出震碎虚空的恐怖咆哮，3道毁天灭地的幽冥火柱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火网，朝着我当头照下，想要将我烧成灰烬。来得好，混沌剑海全面爆发，我仰天长啸，体内那节混沌剑骨爆发出宛如实质的黑色剑芒，我整个人在半空中竟然与剑光融为一体，化作一柄长达100丈的黑色巨剑。这一剑带着我前世神帝的无上威严，带着我今生守护一切的绝对信念，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武技，只有最纯粹最极致的劈砍。一剑开天，黑色巨剑以一种极其蛮横不讲理的姿态，瞬间将那张极其恐怖的幽冥火网从中劈成2半，然后去势不减，狠狠地劈在了地狱3头犬中间那个最大的头颅上，伴随着一声极其凄厉的哀嚎。那头堪比魂宫境初期的远古凶兽，竟然被我这霸绝天地的一剑直接从中间劈成了2半，漫天腥臭的兽血犹如暴雨般倾洒而下，将整个山谷染成了地狱般的景象。我收敛剑气，极其平稳地落在地上，微微喘了一口粗气。虽然一剑秒杀这种级别的凶兽让我消耗极大，但那种酣畅淋漓的战斗快感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彻底沸腾了起来。就在我准备转身去接沈曼哥进入洞穴时，周围的空间突然发出一阵极其诡异的剧烈扭曲，紧接着4道极其恐怖强大的气息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同时降临，将我死死包围在中央。一阵极其刺耳的鼓掌声从虚空中传来，一个穿着星辰学院总院服饰、白发苍苍却满脸阴鸷的老者缓缓走了出来，正是之前在洛星山庄对我卑躬屈膝、极力拉拢我的那个星辰学院副院长云山。而在他的身边还站着3个气息同样达到了魂宫境初期的黑袍老者，竟然是星辰学院隐藏的最强底蕴4大太上长老齐聚，真是精彩绝伦的惊世一见啊！林凡小友，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身上绝对隐藏着惊天动地的上古帝尊传承。云山撕下了之前那副伪善的面具，眼神中闪烁着极其贪婪疯狂的杀机。我微微眯起眼睛，将体内的混沌真气运转到极致。看来你在洛星山庄的隐忍，只是为了在这个没有天地法则约束的秘境里杀人越货。云山极其得意的仰天狂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一个毫无背景的毛头小子，凭什么拥有这等逆天造化？只要今天老夫抽干你的精血，剥离你的剑骨，老夫就能打破桎梏，飞升上界。林凡，你今天插翅难逃，乖乖受死吧！听着这极其无耻的狂言，我不仅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忍不住仰天狂笑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狂傲与轻蔑。就凭你们4个半截入土的老废物，也想抢本地的东西？今天我就让你们星辰学院彻底断了传承！杀！我怒吼一声，主动出击，混沌剑海彻底暴走，化作无数道极其凌厉的黑色剑气，如同狂风骤雨般朝着云山4人席卷而去。一场惊天动地的惨烈大战瞬间爆发。这4人毕竟是成名已久的老怪物，配合极其默契，4大魂宫境强者的联手一击，威力足以毁天灭地。但我有着神帝级别的战斗意识和堪比远古凶兽的混沌肉身，在4人的围攻下竟然丝毫不落下风，越战越勇。我的拳头每一击都能打碎虚空，我的剑气每一道都能撕裂苍穹。在极其惨烈的肉搏战中，我硬抗了云山极其阴毒的星辰碎星掌，拼着口吐鲜血的代价，一拳轰碎了其中一个黑袍长老的心脏，死了一个还有3个，给我全灭！我彻底陷入了疯狂的杀戮状态，宛如一尊不知疲倦的绝世战神。半个时辰后，整个山谷已经被我们打得彻底塌陷，剩下的2个黑袍长老也被我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生生撕碎，只剩下云山一人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倒在废墟中，眼中充满了极度的绝望和恐惧。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你明明只有灵海境的修为，为什么能杀魂宫境如杀鸡？云山绝望地嘶吼着，连逃跑的勇气都被我彻底打碎了。你这种躲在阴沟里的老鼠永远不会懂。我走到他面前，抬起脚狠狠踩在他的丹田上，直接将他苦修100年的修为全部踩碎，然后像踢垃圾一样将他踢到一旁。我没有再理会这个废人，转身走到沈曼哥身边，将极其虚弱的他重新抱起，大步走进了那个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洞穴。洞穴极深，里面长满了发光的奇异晶石。在洞穴的最深处，有一个古老的祭坛，祭坛中央悬浮着一颗散发着柔和星月光辉的奇异宝石，正是沈曼哥苦苦寻找的星月神魄。我将沈曼哥放在祭坛上，引导着星月神魄的力量缓缓注入他的体内。随着神魄入体，
他灵魂深处的那条黑色枷锁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尖叫，终于被彻底崩碎瓦解。沈曼哥原本苍白的脸庞瞬间恢复了极其诱人的红润，他的修为更是借着这股神物之力，直接突破到了林海境9重巅峰。林凡，谢谢你。沈曼哥睁开眼睛，眼底满是极其深情的温柔和感激。他突然伸出双臂，紧紧搂住我的脖子，极其主动地献上了自己极其柔软香甜的红唇。这个吻霸道而又缠绵，包含了他所有的感激与爱意。我也毫不客气地搂住他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尽情品尝着这份甘甜。良久醇分，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走吧，该去完成我来这里的最终目的了。我牵着他的手，目光极其坚定地看向洞穴更深处的无尽黑暗。我知道，我父亲就被囚禁在那个极其隐秘的折叠空间里。我们穿过一条极其冗长狭窄的地下暗河，终于来到了九幽秘境的最核心区域。这里的空间重力极其恐怖，连光线都被扭曲成了诡异的形状。在前方一片空旷的黑色广场中央，悬浮着一块巨大无比的黑色陨石，陨石上缠绕着无数根极其粗大的暗金色锁链，而在那些锁链的中央，锁着一个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高大男人。爹，我看着那个极其熟悉却又饱受折磨的身影，双眼瞬间变得血红，声音因为极其剧烈的激动而变得沙哑颤抖。那个高大的男人听到我的声音，极其艰难地抬起头，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度的震惊和焦急。凡儿，你怎么会来这里？快走，这是一个陷阱，这是针对我们林家远古血脉的杀局，快逃！林战声嘶力竭地咆哮着，拼命挣扎着身上的锁链，锁链发出一阵极其刺耳的摩擦声，将他的血肉割裂得深可见骨。逃！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突然，虚空中传来一道极其宏大威严却又透着无尽冰冷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来自9天之上的最高维度，带着一种让凡人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的恐怖威压。紧接着，陨石上方的虚空轰然碎裂，一个身高100丈、浑身散发着刺目金光的巨大虚影缓缓浮现。虚影的面容模糊不清，但那一双仿佛能看穿宇宙万物冷漠无情的眼睛，却死死锁定了我的身体。这就是那个一直躲在幕后算计我父亲、囚禁我父亲的上界虚影。吾乃上界神将，你们林家体内流淌的混沌血脉，本就是5等上界神明的玩物。现在这片天地的养料已经成熟，乖乖献出你的混沌剑骨，吾可赐你全家一个痛快的死法。虚影的声音如同雷鸣般在整个广场回荡，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极其傲慢的施舍。原来我们全家受到的苦难，全都是因为这群自诩为神的混蛋想要收割我们的血脉。去你大爷的上界神将！我仰天狂怒，满头黑发狂舞，我管你是神是佛，敢动我爹，我今天就让你形神俱灭。我彻底放开了对神帝记忆的最后一道封印，前世那纵横万界、横推星河的无上神帝威严，在这一刻极其疯狂地与我现在的身体彻底融合。我体内的混沌剑海瞬间沸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临界点，那节混沌剑骨直接破体而出，化作一把长达1000丈、散发着极致毁灭气息的混沌巨剑。这一剑汇聚了我前世今生所有的愤怒与力量。神帝一怒服世百万，破天！我怒吼一声，双手虚握剑柄，带着一往无前的疯狂气势，朝着那尊极其庞大、高高在上的上界虚影狠狠劈下。蝼蚁也敢逆天！上界虚影极其不屑地冷哼一声，抬起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金色手掌，想要像拍死蚊子一样将我拍碎。但是他太低估了混沌剑骨的威力，也太低估了一个曾经登顶万界巅峰的神帝的怒火。混沌巨剑与金色手掌相撞的瞬间，整个九幽秘境的核心区域直接发生了极其恐怖的大崩塌。那只看似坚不可摧的金色手掌，在混沌巨剑的锋芒下，竟然像一块极其脆弱的豆腐，被瞬间一切为二。什么？不可能！上界虚影终于发出了极其惊恐难以置信的尖叫，但他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混沌巨剑带着毁灭一切的狂暴余威，直接将他那100丈高的庞大虚影从头到脚劈成了2半。虚影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最终在混沌剑气的疯狂绞杀下，化作了漫天金色的光点，彻底消散在虚空中。随着上界虚影的崩溃，锁住我父亲的那块黑色陨石和暗金色锁链也失去了力量的支撑，纷纷碎裂化为齑粉。我身形一闪，稳稳接住了从半空中坠落的林战。爹，孩儿来迟了，让你受苦了。我紧紧抱住父亲那极其骨瘦如柴的身体，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凡儿，好儿子，你长大了，你比爹强。林战伸出极其颤抖、血肉模糊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庞，粗犷的脸上露出了极其欣慰和自豪的笑容。沈曼哥也赶了过来，迅速拿出星月神功最好的疗伤圣药，为林战服下，帮他稳住了极其虚弱的气息。此地不宜久留，秘境快要崩塌了，我们必须立刻出去。我看着周围不断塌陷的空间裂缝，将父亲背在背上，拉起沈曼哥的手，化作一道流星，朝着秘境的出口疯狂冲刺。在秘境彻底毁灭的前一秒，我们终于惊险无比地冲出了空间传送阵，回到了那艘悬浮在半空中的穿云灵舟上。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一直焦急等待的秦月看到我背上的林战时，整个人如同遭了雷击一般僵在原地。夫君，秦月颤抖着声音，眼泪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他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扑进林战的怀里，两个人紧紧相拥，泣不成声。爹爹，小小也迈着小短腿跑过来，抱住林战的大腿，哭成了泪人。看着这一家团聚的感人画面，我和沈曼哥相视一笑，心中所有的疲惫和杀戮戾气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就是我重活一世最大的意义。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中突然涌来大批黑压压的人影，竟然是林家的大长老和穆清雪。他们勾结了紫炎宗和星辰学院残余的势力，想要趁火打劫，彻底围剿我们。林凡，你这个欺师灭祖的，今天我们这么多宗门联手，你就算有3头6臂也插翅难逃。穆清雪此刻已经被治好了一部分外伤，但修为尽废的他眼神中充满了极其怨毒的光芒。我冷冷地看着这群不知死活的乌合之众，嘴角勾起一抹极其残酷的冷笑。本来今天一家团聚不想见血，既然你们上赶着来送死，那我就成全你们。我上前一步，混沌剑海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整个天地瞬间变色，日月无光。我只出了一剑，那是一道横跨天际、长达万丈的无敌剑光。剑光闪过，大长老穆清雪以及那些叫嚣的联军，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全部在剑光中化作了飞灰，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被抹除。所有恩怨在这一剑之下彻底了结。1个月后，青州城外，原本的洛星山庄已经被我扩建成了占地100里的巨大宗门，名为混沌阁。我成为了混沌阁的阁主，威震九州，再也没有任何人敢来招惹。庭院里，林战换上了一身极其干净整洁的长袍，脸色红润，精神焕发，正坐在石桌旁笑呵呵地喝着茶。娘亲秦月依偎在他的身边，眼角眉梢都挂着极其幸福满足的笑容。哥，你快看我这招9天玄女剑舞的好不好看？林小小穿着一身极其精致的小劲装，在院子里极其认真地挥舞着一把小木剑，模样极其娇憨可爱。好看，我们家小小以后肯定是个行侠仗义的女剑仙。我笑着剥开一个极其饱满的灵果，随手塞进旁边沈曼哥的嘴里。沈曼哥极其自然地吃下灵果，绝美的脸庞上洋溢着极其温柔的光辉。他已经辞去了星月神宫圣女的职位，选择极其坚定地留在混沌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阁主夫人。我轻轻揽住她的纤腰，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家人，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宁与满足。至于那虚无缥缈的上剑，既然他们不敢再来找麻烦，我也不急着杀上去。此生有家人相伴，有红颜知己，我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天下无敌，这便是属于我林凡的最完美的巅峰大圆满。